2024年12月27日，智利山上的一台望远镜拍到一个会移动的亮点，它一点都不起眼，直径最多90公尺，说穿了就是一栋10几层楼的房子横着飞。2天后，它被列进危险名单。2025年1月27日，它爬上杜林危险指数第3级。2025年2月18日，它撞上地球的几率冲到 3.1%， 成为人类有记录以来这个尺寸的天体拿过的最高分。而它瞄准的那一天是2032年12月22日，可为什么偏偏在同一格日历上早就有另外3批完全不看望远镜的人把圈画好了？一位1931年出生2014年过世的美国催眠治疗师生前留下的说法是，有一个新的地球正在另一个维度里成型。一位孟买出身在英国职业的灵媒在一个英文播客节目上说，到了2032年，现实本身会改变。印度民间流传的2份预言文本被人算出一段从2025年到2032年的7年半，这3方人马彼此不认识，用的工具毫不相干，一个靠催眠，一个靠摇式，一个靠古代历法，他们不是同事，也没有机会互相抄。那到底是谁先画的这个圈？3支毫不相干的笔怎么会落在同一格上？而最可怕的是，连拿望远镜的那一批人也在同一格上画了一个。那我们还能拿巧合2个字把它打发掉吗？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想象人类手上有一本共用的行事历，2032年12月那一格被好几支不同的笔画了圈，我们一支一支查这个圈是谁画的，用什么笔画的，最重要的是那支笔的另一头有没有橡皮擦。你会发现这一整个日历上只有一支笔自带橡皮擦，而且他已经动手擦过2次了。这个副本的通关条件只有一个，看清楚谁手上有橡皮擦。先把时间轴放到最近的那一格。2026年8月16日，一支18分22秒的中文影片被上传到网络上，1天之内它冲到41329次观看。这支影片的标题是这一整套生意的教科书，它把3件事塞在同一行字里。第一件，有一个来自5026年的未来人发出重要警告。第二件，2026年下半年会爆发更大的战争。第三件，印度灵媒说2027到2028年西方世界巨变，2032年人类会活在完全不同的平行世界里。我们把这种写法叫做3方会师，这是圈圈帮的招牌打法。圈圈帮是谁？就是所有在那一格日历上画圈的人，灵媒、催眠师、占星师，还有最重要的一群转述者。画圈的人不一定有错，但转述的人可以把3个圈叠成一个看起来很粗的圈。3方会师的力量在哪里？在于你的脑子会自动帮他们补上因果。3个互不相干的来源指向同一年，你的直觉会说这么巧，可是统计上这一点都不巧。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3个来源其实有2个是同一个源头，第3个根本没有给过年份。我们的大脑有一个出厂设定，叫做交叉验证的快感。同一件事被3个人讲到，我们就会觉得那是真的。这个设定在原始社会非常好用，3个族人都说那边有豹，你就该跑。但在网络上，这个设定会被反过来利用，因为在网络上3个人讲同一件事，最常见的原因不是3个人各自看到了豹，而是3个人都转发了同一则贴文。所以请你在心里先装一个开关，看到多方指向同一结论的时候，第一个念头不要是这么巧，而要是他们的资料是不是来自同一个地方。这个开关一打开，这个世界会瞬间安静很多。先讲一个更小、更容易被略过的细节。那支影片的标签栏里塞了一串名字，其中一个是乔尼·帕特里。这位乔尼·帕特里是真实存在的人，住在美国德州达拉斯，做吠陀占星做了40几年，有自己的网站和学校，社群平台上的累计播放量是以亿计的。问题来了，标签栏是上传者自己打进去的关键字，那是拿来为搜寻引擎的，不是节目名单。目前公开资料只能确认到一件事，他的名字出现在那支影片的标签里。至于他本人在那支影片里到底有没有出现，有没有讲过关于2032年的任何一句话，我们查不到。所以这一篇不会把任何一句话挂在他名下，一句都不挂。我们把这种操作叫做挂名式引用，这是圈圈帮最省力也最没有成本的一招。你只要把一个真实存在的专家的名字放进标签栏，演算法就会把他的粉丝带过来，而你一个字都不必为他负责。而且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他是美国人，住在达拉斯，
他做的是源自印度的占星体系，但他本人不是印度人，所以连印度占星师这个标签挂在他身上都是歪的。一个歪掉的标签，加上一个我们根本查不出有没有出场的人，就能撑起一整行标题，厉害吧？好，把时间轴往回拉6年，回到2020年，根据那支影片的说法，以及2026年8月16日一篇中文报道的转述，那一年有一位印度籍的灵媒替一位具有通灵能力的女性做催眠，过程中房间的温度下降，现场的电子设备开始出状况，然后一个低沉的男声从那位女性口中出来，说他来自5026年。这开场牌面十足，换谁在现场都要起一身鸡皮疙瘩。我们就叫他5026先生吧。在讲他说了什么之前，先看一下这个数字本身。5026为什么是5026，不是3026，也不是100万年后？这个数字挑得很有品位，太近不行。比方说，他要是说自己来自2100年，那太寒酸了，听起来像个公务员。太远也不行，来自100万年后的人跟我们已经不是同一个物种，他讲的话我们凭什么听得懂？3000年这个距离刚好，远到充满权威，近到还讲得出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名。而且你注意最后那2位数26，它跟我们现在所在的2026年尾数一模一样，这是巧合吗？也许是，但这种尾数对称在人的脑子里会产生一种很难形容的命定感，好像时间绕了一圈回到原点。做内容的人都知道这种数字最好用。好，这位5026先生讲了什么？他说西方世界会出大事，主要是美国和英国，冲突会像骨牌一样一张接一张倒。他说某位人物会重回美国总统的位置，而在那之后谈判会失败，战事会一路升级。他还说有一把钥匙，那把钥匙叫做合作意识，如果人类愿意放下分裂，选择合作，走向就会改变。但黑暗的力量会全力阻止这件事。先讲那把钥匙，因为那是整段话里最精巧的一颗螺丝。你看出那句话的结构了吗？他帮自己盖好了防空洞。如果2026年真的爆发大战，那是因为人类没有选择合作，他说中了。如果2026年什么事都没发生，那是因为人类选择了合作，他还是说中了，而且是他救的。这种句型有一个名字，叫做不可证伪。不管现实往哪一边倒，他都站着。这不是预言，这是一件双面外套。5026先生穿着它，怎么翻都是正面，听起来很像一回事，对不对？现在我们来做这一篇最重要的动作，就是问一句，这段话的时间戳在哪里？目前公开资料只能确认到这段内容在2026年8月被大量转述。至于2020年那场催眠，没有公开的录音档，没有逐字稿，没有确切的日期，没有地点，没有那位受催眠女性的身份，也没有任何在2020年当下就公开留存的记录可以核对。这件事为什么致命？因为预言这门生意只有一条黄金标准，就是有没有一个谁都改不了的时间戳。想象一下，如果2020年那场催眠的录音当天就被上传到公开平台，带着平台自己盖的时间，那么今天不管我们信不信，至少我们知道这句话确实是在事情发生之前讲的，那才叫预言。没有时间戳的预言跟考完试才写的答案卷是同一种东西。而且5026先生的说法有一个很聪明的结构，他说的每一件事都不带日期，西方世界会出事，冲突会像骨牌。这2句话从有人类文明以来，随便挑哪一年都成立。至于某位人物重回总统位置，那在2020年是一件2选1的事，猜中的几率是1/2，而且事后才被大量转述。这就是圈圈帮的笔，他画得出圈，但他的墨水永远不会干，因为没有人知道他是哪一天画上去的。5026先生的那支笔就是这样一支。接下来这一节最需要小心，因为主角是一位真实存在，还活着，还在职业的人。我们必须把他本人讲过的话跟别人替他讲的话切得干干净净。他叫尼基杜塔，孟买出身，目前在英国执业。他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自我介绍是天生的灵媒、通灵者与疗愈师，同时也是量子催眠疗法的执行师。这几项都是他本人在自己网站上写的。而那一套量子催眠是谁创立的，这是公开查得到的事。创立的人正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那位美国催眠治疗师。他本人在一个叫做 Next Level Soul 的英文播客节目上受访过，主持人叫做亚历克斯·费拉里，那是第697集。在那一集里，他本人亲口讲了这几件事。他说到2032年会有巨大的改变发生，现实本身也会跟着改变。
他说，卡利年代这个状态正在往完结的方向移动。他说，你会发现自己同时处在2个或3个不同的现实里，而你身边的朋友会试着把你讲得像个白痴。他说，2026年是非常大的一年，更高的存在会现身，整个世界的视角会出现大规模的改变。他也讲了他的方法，他说他做的是摇式，而且他不是一个人做，他有一个团队，每一位摇式者拿到的资讯会被放在一起，用交集的方式互相对照。他另外提到冥想、通灵以及所谓的阿卡西记录。这个团队交集的做法其实很值得单独讲2句，因为它听起来非常科学。好几个人各自进入状态，各自得到讯息，最后把重叠的部分留下来，这不就是实验室里的重复验证吗？不是，差别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叫做独立性。实验室要求的重复验证是不同的团队、不同的仪器，在不知道对方结果的情况下各做一次，而一群互相认识、互相聊过、共享同一套语汇和同一批期待的人一起摇式，他们得到的交集很可能只是他们原本就共有的那些东西。这不是说他们在骗人，恰恰相反，越是真诚的团队，这件事越容易发生。人在一个气氛一致的房间里，会不知不觉往同一个方向飘，这叫做共振，不叫做验证。好，现在请你把上面那一段跟前面那一段5026先生的故事并排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这是2份完全不同等级的东西。第一份是一位具名的人，在一个具名的节目上对一位具名的主持人，在一个查得到的集数里讲的话，你可以去听，你可以逐字比对，你可以说他讲错了。第二份是一场没有公开录音的私人催眠，透过至少2手转述，可是那支影片的标题把这2份东西缝成了同一句话，一缝上去责任就转移了。催眠室里那个低沉男生说的话被搬到一位有名有姓的职业者身上，而那位职业者在播客上讲的话又被拿去替催眠室里的男生背书，两边互相担保，中间没有任何一方需要拿出证据。这一招我们就叫它缝合术。圈圈帮做这件事的时候不需要造假，一个字都不必编，他们只需要把2张纸钉在一起。还有一件事必须交代，而且这是这一整篇里我们查的最久，最后却只能2手一摊的地方。那支影片的标题里有一句，印度灵媒说2027到2028年西方世界巨变，这一句本来应该是最好查的，我们回头去翻他本人在那个播客上讲的内容，找2027，找2028，然而哪知道找不到。目前公开资料只能确认到他本人讲过2026年是很大的一年，也讲过到2032年会有巨大改变。至于2027到2028这个区间以及西方世界巨变这几个字，我们无法在他本人的公开发言里找到出处。那这句话从哪里来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有可能来自他其他场合的发言，有可能来自别人，也有可能来自标题本身的需要。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在这里把不知道3个字说出口，而不是用一句难道是他说的吗把它含混过去。这其实才是这一行最基本的规矩，查得到就写查得到，查不到就写查不到。可惜这条规矩在流量面前实在太不划算了。再往回拉，时间轴来到2011年，那一年一本叫做《三波志愿者与新地球》的书出版，作者是朵洛丽丝·坎农，美国的催眠治疗师，1931年出生，2014年过世。他是这一整套现代催眠灵性论述的源头人物。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英国职业的灵媒，用的就是他留下的那套技术。坎农在他自己的官方网站上留下的说法是这样的，他说，地球本身正在改变它的振动与频率，它正在准备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新的维度。他又说，如果我们的意识与念头固定在那个可以称为旧地球的负面与暴力上，我们就无法感知到新地球，而新地球是同时存在于另一个维度里的。现在请你在这一段话里帮我找出一个年份。找不到，一个都找不到。他那一页上没有任何日期，他讲的是一个状态，一个过程，一个维度层次的说法。他从头到尾没有说过这件事会在哪一年完成，也没有说地球会裂成2颗星球。他讲的是同时存在，不是分裂。那么问题来了，2032这个数字是怎么跑到他头上的？答案就是这一整支影片的核心机制。请你记住它，一个没有日期的说法加上一个有日期的说法，只要被同一个人在同一段话里讲出来，转述2手之后，日期就过户了。这就像把甲的脸贴到乙的身份证上，你没有伪造证件，你也没有换掉照片里的人，
你只是把2份文件放在同一个信封里寄出去，收到的人自己会把它们合成一份。坎农提供的是内容，别人提供的是日期，转述者提供的是那个信封。3个人没有一个说谎，最后产出一句完整的谎。这是圈圈帮最漂亮的一套组合技，而且它几乎无法被追究，因为每一段拆开来看都成立。那日期本身又是从哪里来的？这就要换一条线了，时间轴往回拉到19世纪，甚至更早。印度传统的年代学里有一个东西叫卡利年代，也就是常听到的黑暗时代。按照最主流的算法，卡利年代长达43万。2000年从公元前3100多年开始算，那么它离结束还有30几万年，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都轮不到我们操心。但是另有一套算法，19世纪有一位印度的修行者叫圣尤蒂斯瓦尔，他在1894年出版的一本书里提出，完整的年代循环其实是24000年，其中下降的12000年道德逐步衰退，上升的12000年道德逐步回升，两段接起来就是一个循环。照他这套算法，我们早就在上升段里了。再往后，一位名叫米斯拉的研究者用一套叫做7胜历的古印度历法重新推算，把结论写成文章，登在一本叫做《新黎明》的杂志上，说卡利年代在2025年结束。而印度民间另有2份流传的预言文本，一份据传出自16世纪奥里萨邦的诗人圣者，一份据传出自另一位南印度的先知。这2份文本的流传版本被人整理出一段结论，说2025年到2032年是卡利年代末尾的7年半毁灭期。以上这几项全部都要标明清楚，圣尤蒂斯瓦尔那本书是他本人写的，那是他的说法。7胜历那一套是现代研究者自己的推算，不是印度官方历法。而那2份预言文本的7年半版本是网络上与民间流传的整理，不是可查证的历史记录。它们可以很有意思，但它们不是证据。不过这里有一个很值得看的地方，2032这个数字是这样被算出来的，2025加上7年半，你注意到没有？它不是一个被看见的年份，它是一个被加出来的年份，而且它用的是区间，不是点。7年半这种写法是预言产业的传统智慧，给你一个点，错了就是错了，全世界都看得到。给你一个区间，那7年半里面随便发生什么事都可以算你说中。地震、战争、通膨、疫病、政权更替，7年半里面哪一年没有？想都不用想，没有人会用一个确定的日期来压身家吧。所以圈圈帮的每一支笔画出来的都不是圈，是一片云。而且2032这个数字在心理上刚刚好，这一点也不是意外。太近的年份不能用，因为一下子就到期了。你去讲明年，明年年底就穿帮。太远的年份也不能用，因为人脑对超过10年的事情没有感觉。你去讲2080年，观众会耸耸肩去睡觉。从2026年往后推6年，6年这个距离妙到不行，近到你会觉得自己活得到，会担心退休金，担心孙子，担心手上那间房子。远到中间还有1000多个日子可以塞各种事件当作应验。所有能活很久的预言年份都落在这个甜蜜区间里，你回头数一数就知道，从来没有一支爆红的预言影片讲的是40年后。好，讲到这里，我们把日历翻到另外一页，换一支完全不同的笔。时间轴来到2024年12月27日，智利有一个叫里奥乌尔塔多的地方，那里有一台属于小行星撞击最后警报系统的望远镜。那天晚上，他拍到一个会动的暗点，这个暗点拿到的正式编号是2024YR4，因为它是在跨年前3天被逮到的，我们今天就叫它跨年石。跨年石有多大？最初的估计是直径40到90公尺之间，那大概是一栋10几层楼的建筑横着飞过来。2天后，2024年12月29日，跨年石被列上杜林危险指数第1级。杜林指数是从0到10的一把尺，说白了就是小行星界的危险等级表。0是完全不用理它，10是文明终结，游戏直接结束。第1级的意思大概是我们注意到你了，但你大概没事。然后他忽然开始往上爬。2025年1月27日，跨年时爬到第3级。第3级不是随便能拿的，门槛是直径超过20公尺，而且撞击几率超过 1%。2025年1月31日的评估值是 1.6%。这把尺为什么叫杜林？因为它是天文学家们在意大利的杜林开会的时候定下来的。0到10
等级越高越麻烦。有意思的是，这把尺被发明出来之后，绝大多数上榜的石头都停在第1级，然后乖乖掉回零。第1级大概每年都会出现几颗，那叫做例行公事，而爬到第3级的屈指可数。历史上只有1颗石头爬得比跨年石更高，那就是编号99942的阿波菲斯。2004年拿过第4级，那是至今为止的最高纪录。当年阿波菲斯的撞击几率一度接近 3%， 全世界都在讲2029年，讲到最后多亮几次之后也是归零。我们等一下还会再遇到它，而且它的故事比跨年石更精彩。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模式？几率飙高，全球恐慌，多观测几次归零，飙高，恐慌，归零。这根本是每年固定刷新的日常副本，而且每一次归零都没有人记得。然后就是那一天，2025年2月18日，跨年时撞上地球的几率冲到 3.1%， 这是这个尺寸的天体在有记录以来拿过的最高值，而它瞄准的日期就是2032年12月22日。请注意这一刻发生了什么事。人类的行事历上2032年12月22日那一格真的被画了一个圈，而画圈的不是灵媒，是天文台。那一刻，整个末日产业等于被天上空投了一整箱弹药。而且这个日期还有一个没人提过的巧合，讲出来你会觉得有点毛。2012年12月21日，那是玛雅历法末日论的那一天。2032年12月22日，这是跨年时的那一天。两个日期相差20年又一天，都卡在12月下旬，都卡在冬至那几天。这当然只是巧合，轨道力学不看农民历，但这个巧合会告诉我们一件关于自己的事：人类的恐惧天生就往年末堆。冬至前后，白昼最短，天黑的最早。古代所有文明的末日叙事几乎都挂在这一段。2032年12月22日，这个日期之所以特别好卖，一半是天文，另一半是我们自己心里那个怕黑的老祖宗。媒体立刻给跨年时取了外号，叫做城市杀手。这个外号其实蛮精准的，以每秒 17.32 公里的速度计算，如果它真的撞上来，释放的能量大约相当于800万吨黄色炸药，是广岛那颗的500多倍。但也请注意，500多倍听起来吓死人，实际上这不是灭世等级。恐龙那颗的直径是以公里计的，跨年时是以公尺计的，它能毁掉一座城，毁不掉一个文明。不过城市杀手这4个字对圈圈帮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因为它同时满足2个条件，听起来像世界末日，而且它是官方数字，你可以在任何一支预言影片里引用它，没有人能说你造假。好了，眼看着必死无疑，然而哪知道现实忽然反转。2025年2月24日，也就是几率创下最高纪录之后的第6天，美国太空总署行星防御部门发布公告，最新的计算显示，跨年时在2032年以及往后都不再对地球构成显著威胁。6天，从 3.1% 掉到接近0，只花了6天。眼看着世界末日就要开打，结果对手直接下线。为什么？因为多了观测。这件事的原理其实很好懂，而且懂了之后，你这辈子看到类似新闻都不会再被吓到。当我们第一次看到一颗小行星，我们只能量到它的一小段路径，从那一小段推出去，未来的位置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根被拉得很长的管子。管子越远越粗，这根管子代表误差范围，地球在管子横切面里占多少比例，几率就是多少。那为什么几率会先上升？因为随着观测增加，那根管子会变细，管子变细的过程中，如果地球还在管子里面，那地球占的比例当然就变大了。所以几率上升不代表危险上升，它代表我们正在量准。然后有一天，管子细到地球从管壁外面走了出去，那一刻几率不是慢慢下降，是直接归零。这就是那支自带橡皮擦的笔，我们把这群人叫做橡皮擦部队。他们是美国太空总署、欧洲太空总署喷射推进实验室里那一票每天在算轨道的人。他们画圈的时候会公告，他们擦圈的时候也会公告。如果现在给你3支笔，让你去日历上画圈，你选哪一支？ A 是灵媒的笔，画出来的圈永远不会被擦掉，但也永远不知道是哪天画的。 B 是古代历法的笔，画出来的是一片7年半的云。 C 是橡皮擦部队的笔，画出来的圈很精确，但可能6天后就被他们自己擦掉，还要公开承认自己刚才算错了。你会选哪一支？我猜大部分人会觉得 C 最没面子，
可是这一整篇的重点就在这里，只有 C 那一支笔愿意留下可以被推翻的痕迹。好，故事还没完，因为那一格上的圈万万没想到并没有真的消失，它只是换了一个对象。2025年4月2日，美国太空总署又发布了一份公告，他们用韦伯太空望远镜重新量了跨年时的尺寸，结果是直径53到67公尺之间，比最初的估计范围收窄了很多。可是同一份公告里还有另一件事，它撞上月球的几率被上调了，目标日期没有变，还是2032年12月22日。你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地球刚刚才被排除，同一颗石头，同一天换成月球，这不是巧合，这是同一根管子。管子细下来的时候，地球走出去了，月球还在里面。2025年6月，欧洲太空总署给出的数字是，跨年时撞上月球的几率大约是 4%， 换句话说，有 96% 不会撞。然后跨年时就从人类最强的望远镜的视野里淡出了，它太小太暗，跑得太远，人类看它的最后一眼，它身上挂着那个 4%， 而下一次能再看到它，要等到2028年6月。请你把这件事的分量放在心上，从2025年6月到2028年6月，整整3年，一个官方的有日期的标着 4% 的撞击几率，就那样挂在2032年12月22日那一格上，没有任何人能动它，不是不想动，是看不到，亮不了。这3年就是圈圈帮的黄金期，等于系统送了他们3年的无敌时间。你想想看，这是预言产业有史以来最好用的一份公文，它有机构背书，有精确到日的日期，有一个听起来刚刚好的百分比。4这个数字妙就妙在它低到不会让人恐慌到去查证，又高到足以让人心里发毛。而且最棒的是，在2028年之前，没有人能证明它会变。于是那个 4% 变成了所有预言的抵押品。你去讲2032年人类会分成2个世界，讲到一半有人说证据呢，你就把那份公文拿出来看，太空总署自己讲的，这里有一个障眼法，很细，但一旦看穿就再也回不去。那份公文讲的是月球，不是地球。一颗几十公尺的石头撞上月球，会炸出一个坑，会有一批碎屑被抛出来，天文学家会非常兴奋，因为那是几百年难得一次的免费实验。但地球上的我们，除了那天晚上可能看到一小道闪光之外，什么感觉都不会有。月球被打一拳，跟人类分成2个世界，中间没有任何关系，零。可是在一支影片的节奏里，这2件事只要前后相邻，观众的脑子就会自己把它们接起来。这就是圈圈帮真正的手艺，他们不需要说谎，他们只需要决定顺序，把一份真的公文放在一个假的故事旁边，剩下的工作观众会自己完成。好了，现在现实再一次反转，而且这一次反转的非常安静。万万没想到，橡皮擦部队根本没有等到2028年，2026年2月18日和2月26日，韦伯太空望远镜2度把镜头转向那个几乎不存在的暗点。要理解这件事有多离谱，你要知道韦伯本来不是拿来看小行星的，它是拿来看宇宙最深处最古老的星系的，用它去追一颗几十公尺的石头，等于用天文台的主炮去打蚊子，但它打中了。终于2026年3月5日，美国太空总署发布公告，跨年时不会撞上月球。根据新的资料，它会从月球表面上空大约21200公里的地方掠过。同一份公告顺便宣布，未来100年之内，它撞上地球的可能性也一并排除。先前的那个数字，准确的说是 4.3%， 归零。2032年12月22日，那一格上天文台画的那个圈被天文台自己拿橡皮擦擦干净了。现在讲这一整篇最冷也最好笑的一段。2026年3月5日那份公告没有变成任何一支影片的标题。到了2026年8月，也就是圈被擦掉的5个月之后，那支18分22秒的影片还是在讲2032年，还是在讲平行世界，还是在讲人类会分成2个。一天之内41329次观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圈圈帮的日历上根本没有橡皮擦这个功能，上面只有笔。这件事说起来很残忍，但你只要想一想就懂了。修正是没有流量的。一支影片说世界可能要完蛋，会被演算法推出去。一支影片说我上次讲的那个要完蛋的日期已经被排除了，连创作者自己都不想做。于是那个被官方擦掉的圈继续留在网络上，活得比原版还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预言好像很准，不是预言准，
是修正跑不动。而且这个落差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特别明显。想想我们是怎么收到这种讯息的，不是自己去搜寻，是群组里有人转来的。转来的那个人是我们信任的人，可能是老同学，可能是弟弟妹妹，可能是每天一起走路的邻居。讯息一旦从一个信任的人手上递过来，我们的查证开关就会自动关掉。这不是谁笨，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在运作，那本来是好事。问题是2026年3月5日那份把圈擦掉的公告，没有人会转进群组，它没有情绪，没有画面，没有一句可以复制贴上的惊叹句，它只有一行冷冰冰的字，说我们算完了，没事。所以群组里永远只会流进画圈的讯息，不会流进擦圈的讯息。久了之后，我们手上那本行事历就变成一本只加不减的行事历，上面全是红圈，一个都没被擦掉，看起来当然像世界末日。我们把两支笔的规格拿出来对照一次，这一段请你记牢，因为以后每一则末日新闻你都可以用它来过滤。橡皮擦部队的笔写出来的东西长这样，有具体日期，有具名机构，有可重复的观测，有明确的误差范围，有版本编号，有修正记录，而且他们会主动公告自己上一次算错了。2024年12月29日第1集，2025年1月27日第3集，2025年2月18日 3.1%， 2025年2月24日排除地球，2025年6月 4%， 2026年3月5日全部归零，每一步都留痕。圈圈帮的笔写出来的东西长这样，有故事，有情绪，有房间降温和电子设备故障这种会让你起鸡皮疙瘩的细节，有一个沉重的男声，有一个听起来很有分量的年份，但是没有误差范围，没有版本编号，没有修正记录，也没有任何一次公开承认自己讲错了。关键从来不是谁比较准，关键是谁愿意留下可以被擦掉的痕迹。而且说到底，橡皮擦部队其实输过很多次，他们算错过，他们高估过，他们公告过的几率一天一个样，被媒体嘲笑过不知道多少回。2025年2月那个月，光是几率就上上下下改了好几次，看起来活像一群业余的。可是你去翻他们的公告记录，每一次修正都写在那里，日期、数字，根据哪一批观测，一项不缺。他们不怕被翻旧账，因为旧账就是他们自己整理好挂在网站上的。反过来，你去找圈圈帮的修正记录，找不到，不是藏起来，是根本没有这个档案夹。一个从来不修正的系统，看起来永远正确，实际上是连错的资格都没有。讲到这里，我们必须回头对那位还在职业的灵媒公平一点。如果你真的去听他在那个播客上讲的内容，你会发现一件事，他并没有把2032年讲成灾难，他讲的是纪元转换，是业力的清理。他说接下来这几年对人类来说会很沉重，但他把它框成必要的觉醒，而不是浩劫。他甚至讲到那些改变会让人跟身边的朋友格格不入，朋友会觉得你在胡说八道。那是一段很个人、很内向的说法，他谈的是人的心理状态。可是等他走完转述链，到了中文影片的标题上，他变成了人类会分成两个世界。这是一条规律，真实存在的人说过的话在转述链上会越传越硬，柔软的、有保留的、带着也许和大概的说法，会在每一首转述里被削掉一点，削到第3首就变成了斩钉截铁的宣告。所以我们才一定要标明它是在哪里讲的，因为只要你知道是第697集，你就可以自己去听，自己去判断他讲的是心理状态还是物理事件。同一件事，在他那句同时处在2-3个现实里的话上看得更清楚。在他的脉络里，那是一个意识层次的描述。他讲的是，当你的认知改变之后，你会觉得自己跟身边的人活在不同的世界。这种感受，说实话，我们每个人在滑社群平台的时候都体验过，看着同一件事，两群人像活在2个星球上。可是到了标题，同时处在2-3个现实里，变成了人类会分成2个世界。从我觉得我跟朋友活在不同世界，到人类物理上分裂成2个世界，中间差了整个宇宙。但这2句话翻成中文标题以后，长得几乎一模一样。这不是翻译错误，这是翻译利润。坎农那边也是同一套流程，他原本的话是意识与维度层次的说法，而且明确讲的是同时存在，不是分开。转述1首变成2个地球会分离，转述2首变成地球即将分裂，转述3首前面被人加上了2032年。一个没有日期的灵性说法就这样长出了一个天文台给的日期
而那个天文台早在2026年3月5日就把自己的日期撤掉了。那一格日历上的所有红圈来源就是这样，不是阴谋，是流程。好，现在我们把日历翻到2032年那一整页看看，你会发现那一年其实还有别的东西。2032年7月23日到8月8日，布里斯本会举办夏季奥运。这件事是2021年7月21日国际奥会第138次全会投票决定的，72票赞成，5票反对，3票弃权。停在这里想一下，这是一个在11年前就被确定下来的未来，地点、日期、承办城市全部写死。他对2032年的预测精确度远远超过任何一位灵媒，但没有人叫他预言。为什么？因为他有投票记录。一旦一件事有记录、有名单、有票数，它就从预言降级成行程。预言最怕的东西就是行程表，行程表会让人去查，而预言只希望你去感受。2032年之前还有一格更近、更夸张，而且已经确定会发生的日期。2029年4月13日，星期五，这一天，编号99942的阿波菲斯会从地球上空大约32000公里的地方掠过。同步卫星的轨道高度是35786公里，所以那一天，这颗直径300多公尺的石头会比人类的通讯卫星还要靠近我们。欧洲、非洲、亚洲部分地区的人用肉眼就看得到它划过夜空，这将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事先就知道有这种尺寸的天体要从这么近的地方经过，而且人类已经准备好去接它了。欧洲太空总署有一艘叫做 Ramses 的探测器，预定2029年2月抵达那里等它。美国太空总署更狠，直接把一艘原本去采过小行星样本、已经完成任务的探测器改了名字，掉头去追阿波菲斯，准备亲眼看看地球的重力会把这颗石头捏成什么样子。阿波菲斯我们以前专门聊过，不赘述。现在请你回答一个问题，这么夸张的一件事，日期精确到日，肉眼可见，2艘探测器在旁边等着，为什么它没有变成一支预言影片？因为它不会撞。这句话请你多读2次。预言产业真正要的从来不是奇观，是可能会死。阿波菲斯保证不撞，所以它没有价值。跨年时曾经有 3.1% 的几率会撞，所以它被写进了一堆跟它完全无关的灵性故事里。一颗石头的市场价值取决于它能不能杀我们，真够冷的。而且你注意到没有，圈圈帮从来没有人讲过阿波菲斯。2029年4月13日这个日期比2032年近了3年，比2032年确定的多。天空中还会有一个肉眼看得到的亮点划过去，那才是真正会被几十亿人同时看到的一天。可是那一天保证安全，于是他在预言市场上一文不值。这件事讲白了很伤人，但它是真的。我们的注意力不是被真相买走的，是被威胁买走的。谁能让我们觉得可能会死，谁就拿走我们的下班时间。回到跨年时身上，就算撞击已经被完全排除了，2028年6月，它还是会回到望远镜的视野里。到那时候，橡皮擦部队会再量一次，这就是两边最后也是最大的差别。橡皮擦部队有排程，我们把他们的行程表念一次，你听听看，那是什么感觉？2028年6月，跨年时重新进入视野，再量一次。2029年2月，欧洲那艘探测器抵达阿波菲斯旁边就位。2029年4月13日，阿波菲斯从我们头顶3万多公里处掠过，全欧洲、非洲、亚洲一部分的人抬头就看得到。2032年7月23日，布里斯本奥运开幕。2032年12月22日，跨年时从月球旁边2万多公里处安静地划过去。每一项都有日期，每一项都会有人到场，每一项算错了都会被当场抓包。这不是预言，这是一张已经定好的班表。预言没有排程，预言只有到期日，而到期日这件事是预言最脆弱，同时也最强的地方。脆弱在于时间一到，错就是错；强在于时间到了以后，不会有人回来追究。为什么不会有人追究？因为到那个时候，当初讲的人已经在讲下一个年份了。你回想一下2012年，那一批讲玛雅历法末日的人，那年年底之后有谁出来道歉吗？没有，他们只是把数字换掉，2012换成2020，2020换成2027，现在换成2032，同一支笔，同一片云，只换数字。这叫做预言界的免洗餐具，用完就丢，下一餐再拿一副新的。而且说句公道话，这件事真正的成本不在被骗的人身上。
2012年那一波，有人提前把房子卖了，有人把定存解掉，有人在年底之前把该做的检查往后推，想说反正世界要结束了。世界没有结束，那些决定却真的留下来了。预言不会杀人，预言只会改变人在等待期间做的选择，而那些选择是真的会扣钱、扣健康、扣时间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花这么长一支影片去追一个小数点的变化。那我们要怎么分辨？其实方法简单到有点无聊，只要问3个问题。第一，是谁说的？不是某某灵媒说，而是哪一个人，在哪一个平台，哪一集，哪一年说的，查得到集数的才进入下一题。第二，说的时候有没有留下时间戳，有没有一份谁都改不掉的记录，证明这句话确实是在事情发生之前讲出来的。没有时间戳的，就跟考完试才写的答案卷一样，可以欣赏，不能采信。第三，这句话能不能被证明是错的？如果不管发生什么事都算他说中，那他就不是预测，那是一种感受。感受没有错，但感受不该被拿来安排你的人生。3个问题，1分钟，这1分钟能省下你很多年的焦虑。不过在收尾之前，我们要把最后一句公道话讲完，因为这一篇从头到尾在拆人家的台，该给的还是要给。5026先生讲的那句合作意识，把它从预言的外壳里拿出来单独看，其实是一句很不错的话。人在害怕的时候会退回自己人那一边，会把对面的人当成灾难的来源。这件事我们每天都在网络上看到，有人愿意在一支影片里讲一句放下分裂，比起讲2032年会死很多人，那已经是良心版本了。坎农留下的那套说法也是，他讲的核心其实是你注意什么，你就活在什么里面。这句话拿掉灵性包装，就是一句很老实的生活建议。讲难听一点，5026先生和坎农讲的东西，比后来替他们转述的人讲的东西都要温和得多。所以我们今天拆的不是这些话本身，我们拆的是那个把没有日期的话装进有日期的信封，再拿一份被撤销的官方公文钉在后面的流程。话是好话，包装是问题。最后我们把时间轴推到底，2032年12月22日，那一天会发生什么？根据2026年3月5日那份公告，跨年时会在距离月球表面大约21200公里的地方安静地飞过去，什么都不会撞到，地球上不会有任何人抬头看到它。那一年的奥运早在4个多月前就闭幕了。至于人类会不会分成2个世界，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到了那一天，网络上一定还会有一大批人不晓得那个圈早在6年前的3月就被人擦掉了，他们会继续转发，继续说看吧，太空总署自己讲的。而且说真的，这一点都不奇怪，橡皮擦部队每次擦掉一个圈，就等于把一个好故事擦掉了。你要一群人放弃一个能让自己觉得活在关键时刻的故事，换来一句什么事都不会发生，这个交易换谁都不想做。如果你最近几天滑过手机，大概躲不开这2条消息。第一条，保加利亚盲眼预言家88万加，台湾媒体冠称盲眼龙婆，他留下的一则警告正在全球疯传。流传版本说2026年11月，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行器将进入地球大气层，人类将完成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的外星接触。第2条，同一个名字，另一份预言说第3次世界大战将在2026年引爆，而网络流传的版本还替这场战争标上一个精确得可疑的长度，7个月。2条预言，同一个来源，同一个年份。更巧的是，照着流传版本的讲法去推算，2条线居然指向同一个季节，今年秋天。外星接触写明了11月。7个月的大战从流传版本抓的起点往后数，终点也落在秋天。这几个星期，从英国的小报、印度的新闻网站到美国的谈话节目，标题一个比一个耸动。而且这一次媒体是把2条摆在同一篇里报的，上半篇讲外星飞船，下半篇讲3战倒数，结尾再补一句，专家提醒仅供参考。2条预言互相抬轿，恐惧翻倍，点击也翻倍。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川普收到关于不明飞行现象的机密简报，消息一传出，万家的飞船预言在24小时内被推上多国热搜。台湾的社群同样没有缺席，新闻台做了专题， LINE 群组里那张写住11月之约的黑底图卡，你可能已经收过不止一次，有些流传版本甚至把台海也写了进去。
说台湾海峡会是大战的引信，转发的人未必相信，但几乎没有人舍得不转。这波疯传有多大？打开影音平台，同一张 AI 合成的巨大母舰图，配上不同语言的旁白，英文版、西班牙文版、印地文版、中文版，内容几乎一字不差。留言区里，有人贴出家中长辈转来的讯息，有人认真发问11月是不是先不要安排出国，也有人只回了一句去年也是这样讲。一样的配方，一样的争论，每一年准时上演。一则没有出处的预言就这样长出了难以计数的播放量。而且这一次它不是单独出现，它跟另一条预言手牵手一起出现。这种二条线互相佐证的结构，正是它比以往任何一年都传得更凶的原因。单独一条预言是传闻，二条指向同一个秋天的预言看起来就像证据。标题的写法也在进化，早年的预言新闻还会在标题放一个问号，盲眼龙婆预言外星人明年降临，现在连问号都省了，直接写倒数还剩几个月。点进去，内文往往要到最后一段才轻描淡写补一句该预言无法证实，恐惧放在标题，澄清藏在结尾。这是流量时代的标准排版。今天这支影片，我们把这二条预言摊在桌上，一条一条对账。预言的说法归预言，查得到的事实归事实。接下来你听到的每一个日期，每一笔记录，我们都会讲清楚它的身份，它是天文台的日历，还是流传版本的想象。这是这个频道的规矩，先预告结论的形状。这二条预言，一条在天文上对不上日历，一条在文献上根本找不到主人。但故事并不因此无聊，恰恰相反，因为当你把假的部分一层一层剥掉，剩下来的真实比预言本身更耐人寻味。一位真正来自星际的访客，此刻正在离开太阳系的路上。一股真正的战争恐惧，此刻正压在全球市场的心口。预言是假的，他踩中的东西是真的。这支影片就是要把这两者拆开来给你看。先看这波疯传是怎么滚起来的。时间线摊开，本身就很说明问题。2025年6月，中东开打，美军下场，第3次世界大战冲上全球搜寻榜。预言贴文的第一波流量来了。7月，天文学家真的抓到一颗星际彗星，外星话题有了新柴火。10月，彗星通过近日点，哈佛教授的外星假设炒上国际版面，第二波。年底，例行的万家明年预言清单出炉。2026年11月，外星接触赫然在列，二条线正式合流。到了今年，又传出美国总统收到不明飞行现象简报的报道，第三波，也是最大的一波。一步一步看下来，你会发现，预言的热度完全跟着现实新闻的节奏走，不是预言在预告现实，是现实在喂养预言。要对账，得先认识这位当事人。巴巴万家，本名凡吉利亚，1911年1月31日出生在斯特鲁米查。那座小城当时属于鄂图曼帝国的边陲，今天位在北马其顿境内。巴巴不是名字，是保加利亚语里的老奶奶，是后来人们对她的尊称。她的童年没有任何神秘色彩，只有贫穷。12岁那年，一场猛烈的暴风，传说是龙卷风，把她卷离地面。家人找到她的时候，她的眼睛里塞满沙土。家里穷，拿不出钱动手术，她的视力就这样一点一点暗下去，最后完全失明。少女时代，她短暂进过塞尔维亚的盲人学校，学会用手指认字，学会操持家务。继母过世后，她被叫回家，一肩扛起弟妹的生活。那个年代的巴尔干战争一场接着一场，边界改了又改，一个看不见的女孩在这样的土地上活下来，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而她接下来的人生，会让她从一个村庄的盲女变成整个半岛的传奇。而传奇的正反两面，接下来我们都会用得上。也是从失明之后，她开始说自己看得见别的东西，看得见失踪的人在哪里，看得见来访的人身后站着谁，看得见还没有发生的事。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她的名声在巴尔干半岛传开。那是一个到处都在死人的年代，邮差送来的不是家书就是阵亡通知，无数士兵的家属跋涉到他的小屋，只为了问一句话：我的儿子还活着吗？
他给的答案无从查核，但他给了那个年代最稀缺的东西，一个说法。传说1942年，保加利亚沙皇鲍里斯三世亲自登门求见。同一年，她嫁给一名曾经来问卜的士兵，随他搬到西南边境的小城佩特里奇，从此定居。战后，保加利亚变成共产国家，官方对宗教与神秘主义向来严厉，对万家的态度却异常暧昧。传说他因为预言了史达林的死期而被短暂关押，预言成真之后获释。据记载，1960年代起，保加利亚科学界设立了研究暗示现象的单位，派研究员长期记录他的对谈。国家后来甚至替他建立了接待访客的制度，求见要排队，要登记。据当年造访过的人回忆，他的一天像门诊，清晨开始，访客一个接一个，他多半只讲几句话就换下一位。冷战年代，铁幕后面出了一位官方默许的预言家，这件事本身就是新闻，西方媒体的猎奇报道反过来又把他的名声推得更高。传说访客要带一颗在自家枕头下睡过几晚的方糖给他，他握着那颗糖开口说话。他晚年常在鲁皮特的小屋接待访客，并出资在那里盖了一座小教堂。据估计，他一生接待的访客超过100万人次，从政要、明星到平民都有。1996年8月11日，他因病过世，85岁。传说连自己离开的日期他都提前说中了。更有戏剧性的说法是，他临终前交代自己的能力会传给一位住在法国的10岁盲眼女孩。这个说法后来查无下文，但他完美示范了万家故事的传播模式，每一个段落都留着一个让人想往下传的钩子。让他被封为巴尔干的诺斯特拉达穆斯的是几个流传最广的吻合案例。第一个，库斯克号。流传版本说，他在1980年讲过一句话，库斯克将被水覆盖，全世界都会为他哭泣。当时听到的人一头雾水，因为俄罗斯的库斯克市是内陆城市，离海几百公里，怎么会被水覆盖？没有人当真。2000年8月12日，俄罗斯核潜舰库斯克号在巴伦支海演习时爆炸沉没，舰上118名官兵全数罹难，全世界的新闻台连播了1个多星期，无数人为他哭泣。第二个，911。流传版本说，他在1989年讲过，恐怖啊，恐怖！美国兄弟会倒下，被钢铁之鸟攻击。2001年9月11日，被劫持的客机撞进纽约世贸双塔，钢铁之鸟美国兄弟倒下。事后回头看，每一个字都像对上了。类似的案例还有一长串，有人说他预言了车诺比，有人说他预言了苏联解体，有人说他预言了戴安娜王妃的结局。名单一年比一年长，长到后来，几乎地球上每一件大事都能找到一句被归在他名下的话。难怪他的名字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回到全球热搜，听起来确实震撼。但请把事后回头看这5个字先收好，等一下我们要用它来开锁。现在进入今天最重要的一段，这一段可能会让相信预言的朋友不太舒服，但一个讲求查证的频道必须把它讲完整。88万家没有留下任何一份亲笔文字，他12岁失明，没有机会受完整的教育，不读也不写，他所有的预言都是口头讲的，由身边的人听过之后再转述出去。他过世之后，侄女克拉西米拉·斯托扬诺娃出书整理他的生平与谈话，成为后世引用的主要来源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就连这本被奉为权威的书，内容也以生平故事与谈话回忆为主，你在里面同样找不到那种1年1条标好日期的预言清单。换句话说，今天网络上每一条挂着万家名字的预言，中间都至少隔了一层转述，多数隔了好几层。原话是什么？哪一年讲的？对谁讲的？甚至有没有讲过？绝大多数查无原始记录。这不是本频道的猜测，而是研究他生平的人共同承认的困境。他的档案是一个用回忆拼起来的档案，而回忆是可以被改写的。说得更直白一点，要验证一条预言，你需要3样东西：原文、时间戳，还有讲出他的场合。万家的预言3样都缺，这不是他的错。他生在一个没有录音笔的年代，又看不见，写不了，但这也正是后人可以放心把任何话塞进他嘴里的原因。
保加利亚本地的研究者与媒体人这些年一再提醒国际媒体一件事：万家生前接受过访问，国家档案里留有他的影像与研究记录，这些是查得到的。而在那些查得到的访谈里，他讲的多半是劝人向善、敬畏自然的话，笼统、缓慢，几乎听不到年份与日期。但每年在英文世界疯传的那种预言清单，一年一条，精确到月份的那种，在保加利亚的档案里根本不存在。清单是英文网络的发明，再被翻译到世界各地，包括翻译成中文传回台湾的手机里。一条预言环游世界一圈，每过一站就被加油添醋一次。翻译的过程就是预言变精确的过程。举一个示意的例子，假设原话是人类会遇到来自远方的访客，这样一句模糊的话，第一站被译成外星文明将接触人类，第二站被加上2026年，第三站被补上11月与大气层。每一站的改写者都只加了一点点，最后拼出一条万家从来没有讲过的预言。这不是谁的阴谋，是流量世界的自然演化，越精确的预言越好传。于是模糊的原话一路朝着精确变异。带着这把钥匙，我们来追第一条，11月外星接触。你去翻他侄女的书，翻当年研究单位留下的记录，翻保加利亚媒体的历年报道，找不到2026年11月这个组合，也找不到巨大飞行器进入大气层这样的描述。国际查证媒体追过这条疯传讯息的源头，得到的结论很一致，它最早出现在近年的英文小报与内容农场，行文用的全是句信。据他的追随者表示，没有任何一个版本拿得出原始出处。更关键的是，挂着万家名字的外星预言近年已经连续落空。流传清单曾说2023年地球会卷入外星冲突，没有发生。流传清单又说2025年外星飞行器会在一场重大运动赛事上现身，向全人类宣告存在，同样没有发生。同一个套路，年份换一换，又是一条崭新的预言，继续收割下一轮流量。至于流传版本里的台海冲突，答案一样，查无原文。把台湾写进去的是近年的中文内容农场，不是保加利亚的任何一份记录。这里可以教你一个判断口诀，往后看到任何预言新闻都适用。第一问，原文在哪里？有没有拿得出来的文献或录音？第二问，最早是谁报的？是档案库还是小报？第三问，同一个来源过去的记录落空过几次？拿11月之约来套一遍，原文没有，最早报道小报，落空记录2次。3个问题问完，答案自己浮出来。这3个问题比任何辟谣文章都好用，因为它不需要你相信谁，只需要你动手查。这套口诀不只适用于万家、诺斯特拉达穆斯、珍妮迪克逊，还有每隔几年就冒出来的新面孔，全部通用。预言产业的门面年年换，地基永远是同一块无法验证的口传，加上事后的对号入座。再追第二条，3战7个月，这条追下去更有意思，因为你会发现7个月这个数字根本不是万家的。查证报道指出，它出自另一位预言家，16世纪法国的诺斯特拉达穆斯。他的预言集里有一段4行诗，流传的译法是大战7个月，人们死于恶行。近年的网络贴文把诺斯特拉达穆斯的7个月大战跟挂名万家的2026年大战剪在一起，缝成一条全新的复合预言。3战将在2026年开打，历时7个月。2位相隔400年，分属不同国家的预言家就这样被演算法缝成了同一张图卡。而前半段，万家预言过2026年爆发大战这件事，本身同样查无原文。研究者指出，能够追到他口中的战争相关内容，几乎都是笼统的冲突与灾难，没有年份，没有月份，更不会有7个月这种精确刻度。精确恰恰是口传预言最不可能有的东西。顺带一提，诺斯特拉达穆斯那段4行诗，原文里还提到法国的城市名跟中东跟2026年一个字都沾不上边。4行诗被剪掉地名，剪掉语境，只留下大战7个月这几个字，再缝上万家的脸。这种剪裁手法值得每一个滑到图卡的人记住。还有一件事必须摊开讲，那些年年疯传的万家预言清单是有前科的。
流传清单曾经言之凿凿，第3次世界大战将在2010年11月开打，核武将摧毁北半球，没有发生。清单又说2016年欧洲将几乎无人居住，欧洲今天还在，人也都在。清单的最后一条把世界末日定在遥远的5079年，留给谁去验证？没有人知道。每年12月，新一份万家明年预言准时出炉，旧清单里没中的项目悄悄消失，新的项目悄悄补上，没有人负责，也没有人道歉。这已经不是预言，这是一条内容生产线。万家只是挂在门口的商标，这条生产线的节奏精准得像上班打卡。每年年底正是隔年预言清单的初稿旺季，因为那是全球媒体的年终盘点季，读者最想知道明年会怎样的时候，你去查搜寻趋势，就会发现万家这个关键字的全球搜寻量每年年底年初准时冲上高峰，然后回落，年年如此，比任何天象都准时。那库斯克号跟911怎么说？同样用这把钥匙开。那两段神准的原话都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才大量出现在媒体与书籍里，事发之前的文字记录、录音、节目片段至今没有人拿得出来。以库斯克号为例，那句被水覆盖的名言，目前能追到的最早出处全部是沉默之后的报道与书籍，事发前的任何档案里都找不到它的影子。2004年南亚大海啸之后，也同样浮出一段事后才被想起的话，说巨浪将吞没海岸，这不代表他一定没讲过。公平地说，无法证明有，也无法证明无，但口传预言就有这个特性，它永远在事后才被想起来，而被想起来的版本会自动朝着已经发生的事实靠拢。记忆是活的，它会替预言修图。还有一个更冷的问题值得放在心里，为什么疯传的总是万家？因为他在1996年就离开了。一位过世将近30年的预言家，不会出面否认，不会控告造谣，不会开记者会澄清，挂他的名字是零成本的。活着的预言家会失手，会被追问，会被要求解释，过世的预言家不会，他成了一个任人填空的名字，谁都可以把自己的恐惧与生意寄放在他的名下。好，诚实段讲完了，照理说故事到这里可以收尾，2条预言，查无原文，散会。但真正值得讲的从这里才开始，因为一条查无出处的预言能够疯传全球，靠的从来不是出处，是现实，它必须踩中真实世界的神经才有资格疯传。而2026年的世界恰好把2条神经都裸露在外面，我们一条一条对。第1条神经，战争。翻开真实的日历，不是预言的。加萨的战火从2023年10月延烧至今，中东的每一条战线都还冒着烟。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目标直指核设施与军方高层，多名指挥官与核科学家丧生。伊朗以飞弹与无人机反击，两国的城市第一次互相承受对方的火力。6月22日凌晨，美军 B-2 轰炸机长城奔袭，钻地弹砸向福尔多、纳坦兹、伊斯法罕3处核设施，美国正式下场。国际油价应声跳涨，全球航运公司连夜改道，各国紧盯荷默兹海峡会不会被封锁，因为全球大约1/5的石油运输就悬在那条窄窄的水道上。这场冲突前后打了12天，6月下旬停火，国际媒体称之为12天战争。以色列的防空警报，伊朗的深夜爆炸，全世界第一次在直播里看2个中东强权互射弹道飞弹。停火一路维持到今天，但核谈判走走停停，每一次卡关，每一次互相指控，都让市场捏一把汗。同一时间，2022年2月24日开打的俄乌战争，打进第4个年头仍看不到终点。红海航道的攻击断断续续，东亚的军事张力，台湾的观众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有感。第3次世界大战这7个字，在2025年6月那几天，是全球社群平台共同的搜寻关键字。而就是在那个当下，万家与诺斯特拉达穆斯的名字一起冲上热搜，7个月大战的图卡开始在各个语言圈疯传。恐惧需要出口，预言永远是最现成的出口，而且这个出口不用钱，转发就好。对台湾来说，这条神经还要再敏感一层，中东打起来
油价涨，航运改道，出口成本跟着动，加油站的数字隔1个星期就有感。更不用说流传版本硬是把台海写进了剧本，于是同一张图卡在欧美下的是核战，在台湾下的是家门口。恐惧是会在地化的，预言的翻译者永远知道每一个市场最怕什么，但把对仗做完整，也要把分析界的主流看法摆上来。多数国际关系学者并不认为第3次世界大战正在路上，理由很直白，核威慑让大国互相绑住手脚。今天的世界也没有1914年那种一触即发的同盟网会把区域冲突自动升级成世界大战。他们更常用的描述是多点延烧的区域冲突时代。这个判断不保证永远正确，但它至少提醒我们，战争风险是一个可以被分析的问题，不是一个只能被预言的谜。把恐惧交给分析，好过交给图卡。那么7个月是怎么指向秋天的？流传版本的算法是这样的：如果大战在2026年春天全面引爆，往后数7个月，战争的终点就落在今年10月到11月之间，刚好跟11月的外星之约撞进同一个窗口。也有另一派流传版本反过来算，把终点锚定在年底，往回推出秋天开打。甚至还有版本说，外星飞行器的降临正是大战在秋天戛然而止的原因。2条预言在故事里完成了合体，一艘飞船终结一场大战，剧本比电影还工整。你发现了吗？不管哪一种算法，秋天都一定会被算进去，因为只要起点与终点抓得够松，7个月这把尺放在1年的任何位置都量得出应验。同样的手法，你可以现场试一次，随便挑一个月份当起点，往后加7个月，得到另一个月份，然后翻翻那个月的行事历，保证找得到一件可以被说成应验的大事。这不是预言的神奇，是日历的必然，这是流传版本的算术，不是任何一份文献的记载。第2条神经，天上的访客，这一段是整个故事最值得讲的部分，因为它是真的，不是预言是真的，是观测是真的。2025年7月1日，设在智利的巡天望远镜阿特拉斯，全名小行星末期撞击警报系统，捕捉到一个高速移动的暗点，轨道一算出来，天文圈安静了几秒，双曲线轨道，意思是它不受太阳引力束缚，不绕太阳公转，它不是太阳系的居民，它从别的恒星系统来，路过一趟，然后永远离开。消息公布的那个星期，全球各大天文台的排程表被连夜改写，夏威夷、智利、加纳利群岛的巨型望远镜轮班追踪，太空里的哈勃与韦伯望远镜也先后转向。对天文学家来说，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样本，一块从别的恒星系统寄来的免费岩石，错过就是永别。人类天文史上，这是第3个被确认的星际天体。第一个2017年的奥陌陌，形状像一根雪茄，不喷气却带着奇怪的加速度，到今天还在论文里炒。第2个2019年的鲍里索夫彗星，行为像一颗普通彗星，安安静静路过。第3个就是这次的主角，编号3I 的阿特拉斯彗星，以每秒将近60公里的速度冲进内太阳系。2025年10月初，它先从火星附近掠过，距离约3000万公里，火星轨道上的探测器同步拍下它的身影。10月29日，它通过近日点，12月中旬，它最接近地球，距离仍超过2亿公里。天文学家反复强调，它对地球没有任何威胁。太空望远镜的光谱分析显示，它的彗发富含二氧化碳，像一颗在异乡长大的老彗星。这是天文台的观测记录，不是任何人的想象。星际天体有多稀罕，值得多讲一句。太阳系里的彗星与小行星数以百万计，但它们都是自家人，绕着太阳转。从别的恒星系统飞进来的访客，在2017年之前，人类一个都没有抓到过。不是他们不存在，而是他们太快、太暗、太不按牌理出牌。等你看见，往往已经在离开的路上。所以每来一个，全球的望远镜都会放下手边的工作，转头盯着它看。这是天文学家的追星，追的是真的星。真正把它推上全球头条的是哈佛大学天文学家阿维勒布。这位教授从奥陌陌时代就主张，科学界不应该未审先判，把星际天体是外星科技的可能性直接排除。他
他还为此成立了专门搜寻地外科技痕迹的研究计划。这一次，他把阿特拉斯列为值得重点检验的对象，理由是几项确实存在的异常。他在接近太阳的途中出现朝向太阳的喷流，俗称反尾，罕见。它在近日点前后快速增亮，颜色一度比太阳还蓝。有研究团队回报，在他的绘发里测到镍的讯号，引发过一轮讨论。美国航太总署喷射推进实验室的轨道专家大卫·法诺基亚的分析更确认，它出现了无法单纯用重力解释的加速度。勒布在自己设计的量表上给了他10分制里的4分，0分是普通彗星，10分是对人类构成威胁的外星科技，4分的意思是异常到值得盯着，但远远不是结论。这里替不熟悉他的观众补一句背景，勒布是严肃的科学家，发表过的论文数以百计，他的主张在学界极具争议，但他坚持一件事，与其嘲笑问题，不如检验问题。他的同行大多不同意他的答案，却很难反对这个态度。天平的另一端，必须用同样的音量讲。主流天文学界的判读是，这是一颗彗星，一颗有点特别，但终究自然的彗星。反尾过去在别的彗星上出现过，非重力加速度，彗星喷气本来就会造成。第二位访客鲍里索夫身上也量到过。绘发里的镍近年在其他彗星上同样测到过类似讯号，增亮与变色都能用汇合挥发物质的成分解释。美国航太总署的公开立场从头到尾就是一句话，它是彗星，是自然天体。全世界绝大多数天文学家站在这一边，连勒布自己都反复强调，这是一个应该被数据检验的假设，不是一个信仰。科学允许大胆的问题，但答案只认证据，而且检验从来没有停过。从发现那天起，每一笔新数据进来，轨道模型就重算一次，光谱就重比一次。全球有数不清的研究团队抢着想推翻彼此的结论，这正是科学跟预言最大的不同。预言怕被检验，科学靠检验活住。所以目前的比分很清楚，异常存在外星科技的证据0。一颗彗星可以奇怪，但奇怪不等于人造。这2句话之间的距离，正是科学跟小报标题的距离。然后疯传开始了，小报把3个元素叠进同一个标题：万家的11月飞船，勒布的外星假设，阿特拉斯的真实存在，再配一张 AI 合成的巨大母舰图。盲眼预言家说中了吗？问号放得又大又红。但这里有一个致命的破绽，只要看一眼轨道图就会发现，阿特拉斯最接近地球是2025年12月，已经过去了。2026年3月，他掠过木星一带，此刻正头也不回地加速离开太阳系，越飞越远，再也不会回来。到了2026年11月，也就是流传版本说好的赴约时间，他早已远在木星轨道之外的深空。如果11月之约指的是他，那这位访客不但没有赴约，还正背对着地球狂奔。有些贴文被指出这个矛盾之后，干脆改口，说飞船会在深空掉头回来，11月准时报到。这下连轨道力学都省了，反正剧本永远可以加页，日历对不上，方向也对不上，这条连结在天文上不成立。这也是天文台的日历，不是任何人的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同样可以先讲，阿特拉斯会越来越暗，直到连最大的望远镜都追不到，然后花上几万年飞向下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他留下的数据够天文学家分析好几年，关于异乡彗星的成分，关于别的恒星系统怎么制造行星。而如果有一天真的要让科学界改口，说那不是彗星，需要的证据也很明确，他得自己转弯，自己加速到喷气解释不了的程度，或者发出讯号。这些到今天为止一项都没有出现。顺便回答一个很多人心里的问题，如果真有一艘巨舰要在11月进入大气层，瞒得住吗？瞒不住。天文学是全世界最藏不住秘密的行业。一个天体被发现，轨道数据会上传到国际通报系统，全球公开，任何一个业余天文迷用架在顶楼的望远镜都能复核。全世界有几十万双眼睛日夜盯着天空，第一个发现异常的大概率不是哪一国的国防部，是某个在阳台熬夜的观星者，而且他会在10分钟内把照片传上网。真正的外星接触如果发生，
流程也不会是预言里那种午夜降临，它会是一连串枯燥的步骤，观测、复核、多国天文台交叉确认，然后才是公告。换句话说，外星接触不可能是一场只有预言家提前知道的秘密，天空是公开的。这句话是对抗恐慌最好的一句话。讲到这里，你可能也注意到一个规律，疯传的预言题材永远是那几样：战争、末日、外星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共用同一种情绪原料，对失控的恐惧。战争是人间的失控，末日是自然的失控，外星人是宇宙的失控。三种失控，随便挑一种，都能让滑动的手指停下来。而2026年的特别之处在于，三种原料同时到货，中东的战火是真的，星际的访客是真的。于是，一条把它们缝在一起的预言，传播力等于三者相乘。那么，最后一个问题，2条来路不明的预言为什么会不约而同指向今年秋天？把所有资讯摊开之后，答案其实不神秘，可以拆成3层。第一层，秋天的日历本来就挤。2026年的秋天，现实世界确实挂着几个不会挪动的硬日程。11月3日，美国期中选举投票日写在法律里，一天都不会挪。台湾自己的地方大选按往例也落在11月下旬。北京的秋季全会按近10几年的惯例，多半落在10月下旬到11月初。每年9月，联合国大会各国领袖轮流上台，而在那之前，天上还有2个记号。8月12日，日全食，全时带从北极圈压向冰岛和西班牙。16天之后，8月28日，月食接力登场。天象本身不决定任何事，这一点必须再讲一次。但把日食当成凶兆，是跨越文化的古老习惯。古代中国叫天狗食日，要敲锣打鼓把它赶走。巴比伦的泥板上也刻着日食与君王命运的对照表。几千年过去，习惯还在，只是从泥板搬到了手机。当现实的秋天本来就挤满节点，任何漂浮的预言飘过来，都很容易被定在这个季节上。预言不需要准，它只需要停在一个本来就很紧张的月份。而11月在北半球的预言传统里本来就有特殊地位。白昼变短，天黑得早，年关将近，选举与大会挤在同一段古老的历法里，这是收割与清算的季节。预言选在11月降临，跟鬼故事选在深夜开讲是同一个道理。把2条线放上同一张时间轴，你会看得更清楚。8月2场实相，9月联合国大会，10月下旬到11月初，北京的闭门会议窗口，11月3日，美国投票，11月下旬，台湾投票。这是真实的秋天，每一格都查得到。然后流传版本把2张贴纸贴了上去，一张写住大战终局，一张写住飞船降临。贴纸可以贴在任何地方，但贴在一张本来就密密麻麻的日历上，看起来就特别像命运。第2层，数字的魔术。还记得库斯克号沉没的日期吗？2000年8月12日，今年的日全食也是8月12日。听到这里，你心里是不是轻轻动了一下？先别急住起鸡皮疙瘩，这正是人脑的出厂设定。一年365天，2件大事撞在同一个日期的几率远比直觉高得多。统计学有一个著名的例子，一个房间只要有23个人，就有超过一半的几率有2个人同一天生日。日期的重合是数学的日常，不是天意的签名。心理学称之为模式偏误。我们的大脑是一台为了找规律而演化出来的机器，在草丛里错认100次老虎，都好过漏看1次。7个月的尺，11月的约，8月12日的重合，都是同一种材料。随机之中必然出现的巧合，被叙事捡起来，擦亮，摆上供桌。这种集体倒数，我们其实亲身经历过一次。2012年12月21日，玛雅历法的所谓末日，当年全球媒体倒数，电影都拍了，台湾的新闻台也连线到深夜。结果那一天，太阳照常升起，隔天大家照常上班。14年过去，还记得那场末日的人已经不多，但当年的恐惧是真的，跟今天围绕11月的恐惧一模一样。末日过期之后，从来不会有人回收恐惧，只会有人发行新的。第3层，焦虑需要一个日期。战争的新闻看不到尽头，
物价、选举、AI， 每一样都让人心服。漂浮的恐惧最折磨人，因为它无处安放，也无从倒数。而预言做的事，说穿了只有一件，把漂浮的恐惧装进一个具体的日期里。11月，秋天，7个月。有了日期，恐惧仿佛就有了形状，有了形状，仿佛就能倒数，能倒数，仿佛就能控制。台湾的观众应该还记得，去年那场7月5日的大灾难预言，一本日本漫画的梦境记录，让整个东亚的社群倒数了半年，机票退订，航班减班。结果2025年7月5日当天，什么也没有发生。那一次，日本的气象单位罕见出面喊话，提醒民众现行科学无法预知地震的确切日期。观光业者则眼睁睁看着部分航线的旅客在盛夏前缩水。一场梦境记录换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这是预言疯传最具体的代价。日期过去，恐惧泄了气，然后呢？然后大家默默滑向下一个日期。演算法在旁边帮腔，因为恐惧的点击率永远最高。你多看一眼末日影片，平台就多推给你10部。更麻烦的是，辟谣影片的流量永远追不上造谣影片。恐惧是本能，查证是劳动，本能永远跑得比劳动快。这也是为什么同一条预言每年可以换一个年份重新收割，因为平台的记忆只有7天，而人的记忆经常也好不到哪里去。每年12月，新的预言清单准时出炉，旧的落空被悄悄遗忘。因为清单贩卖的从来不是未来，是此刻的安慰和此刻的流量。这里没有嘲笑任何人的意思，会转发图卡的人多半不是真的相信飞船，而是心里那句话找不到别的出口。最近的世界真的让人不安，预言只是替这句话找了一个夸张的说法。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对群组里的长辈多一分温柔，也替自己多添一分免疫力。最后把账本整理一遍。2026年11月外星接触，查无原始出处。同款外星预言近年已落空2次，被硬连结的星际彗星，届时正在离开太阳系的路上，日历与方向都对不上，天文上不成立。3战7个月，数字出自诺斯特拉达穆斯的4行诗，与万家的连结是网络剪贴的产物，而万家本人预言2026年开战一事，查无原文，把台海写进去的版本同样查无原文。库斯克与911的神准全部是事后才浮出的口传，无法证明有，也无法证明无。对账对到这里，2条线的判决可以各用一句话写完。11月外星接触，天文记录查得到的部分全部指向相反方向。3战7个月，文献记录查得到的部分指向另一个人，另一个世纪。至于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万家到底有没有讲过2026？答案只能是4个字：查无实据。这是我们能查到的全部事实，一笔一笔都对过了。倒是本频道敢在这里留下一条自己的预言，今年12月，新版的万家2027预言清单会准时出现在你的手机里。这是整支影片里唯一敢打包票的预言。到时候清单上大概还是那几样：战争、灾难、外星人，再配1-2条科技突破当调味。你可以把这支影片存下来，12月拿出来对一对，看看套路有没有变。但有2件事同样是事实，必须并排放着。第一，一位真正的星际访客确实刚刚飞越我们的天空，而人类最顶尖的科学家确实为了他的几项异常吵到今天还没有停。随着新一代巡天望远镜陆续上线，未来几年这样的访客只会越抓越多，每一个都会带来新的问题，说不定哪一年真的会来一个解释不了的。到那个时候，第一个告诉你的不会是预言清单，会是天文台。第二，中东的停火确实脆弱到没有一个外交官敢替今年秋天挂保证。预言是假的材料，盖在真的地基上，这才是它疯传全球真正的原因。而对台湾的我们来说，秋天真正需要盯住的是那些查得到的日程、油价、航运、选举、停火线上的每一次谈判，这些才是会真实影响生活的变数。他们不需要预言家，他们写在新闻里，写在账单上。11月很快就到，日历上的每一格都会照着自己的节奏翻过去。美国会投票，台湾会投票，阿特拉斯会在深空继续远去。
望远镜会继续追着它越来越暗的尾巴。最大的几率是11月30日深夜，你回头想起这支影片，笑一笑，又是平安的一年。然后12月，新的清单准时出炉，年份悄悄改写成2027，但科学史的账本上也留着另一行记录：奥莫莫来过，鲍里索夫来过，阿特拉斯来过，短短8年，3位星际访客。而在那之前，人类一个都没有见过。天空正在变得比我们以为的热闹。至于万家，撇开所有真假争议，他本人的故事其实比预言清单动人得多。一个12岁失去视力的女孩，在战乱的半岛上活成了一个时代的传说。离世30年，还被整个网际网络借用名字。她若地下有知，看到自己被安排在2026年11月接待外星访客，不知道会不会笑出来。所以今年秋天，不妨偶尔抬头，不是为了等一艘不会来的飞船，而是为了记住一件事：真正的未知从来不写在预言清单里，它就挂在那里，安静的等着我们自己看懂。最近这几个月，你是不是常常觉得很累？不是那种跑完步、加完班之后该有的累，而是一种说不上来、找不到源头的累。明明躺了一整晚，明明睡足了8个小时，早上睁开眼睛，却像是被一台卡车从身上斩过去一样，浑身酸痛，眼皮沉得抬不起来，连开口讲一句话的力气都没有。明明这一天什么坏事都没发生，胸口却闷闷的，情绪像涨潮一样一波一波涌上来，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就莫名其妙想掉眼泪。半夜2点、3点，你会忽然惊醒，眼睛瞪着天花板，脑子里明明什么都没在想，却怎么样都睡不回去。有时候耳朵里还会冒出一阵很高的嗡嗡声，像是有谁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拨动了一根你看不见的弦。你变得越来越敏感，以前不在意的噪音，现在听起来像针一样刺；以前无所谓的闲言闲语，现在随便一句就能让你心里翻腾一整天。走进人多的卖场，人挤人的捷运，你会莫名觉得胸口发闷，喘不过气，只想赶快逃出来。你开始对某些食物失去兴趣，身体好像在自己悄悄地换口味。你开始做一些异常清晰的梦，醒来之后，那些画面还清清楚楚地烙在脑海里，久久不散。你跑去看了医生，抽了血，做了检查，报告上一行一行写着一切正常，一切正常。可是你心里很清楚，有什么东西真的不太对劲。如果我今天告诉你，你没有生病，至少不完全是生病。如果我告诉你，此刻全世界有数百万人正在经历和你一模一样的症状，而这一切被一位从英国牛津大学走出来的物理学家解读成一场史无前例的转变。他说，你不是坏掉了，你是正在脱壳。他说，整个人类正在被悄悄地重新格式化，而这场转变的能量大潮会在2026年的6月与7月冲上最高点。你愿不愿意花接下来的时间跟我一起把这件事从头到尾看个明白？我们先从这位物理学家说起，他的名字叫做克莱门斯。如果你去查他的背景，你会发现他不是什么江湖术士，也不是随便在网络上冒出来的神棍。他年轻的时候在牛津大学受过完整的理论物理训练，后来又到剑桥大学深造，专攻的是弦理论还有电磁学。这是什么概念？弦理论是当代物理学里最烧脑最前沿的领域之一，研究的是构成这个宇宙最底层的那一根极其微小的不断震动的弦。能在这个领域里待下来还能站上讲台教书的人，那颗脑袋绝对不简单。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一辈子跟公式跟方程式打交道的人，大约在25年前忽然经历了一场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转变。他开始做一些很奇怪的梦，梦境和现实的界限开始模糊，他开始感觉到一些频率，一些光，一些声音从他的身体里穿过去。一开始他以为自己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可是慢慢的他发现那不是幻觉，而是一种他过去用整套物理学都完全无法解释的东西。而接下来他所宣称的事情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在他自己的描述里，他在那场转变之后开始接触到一种叫做遥视的能力，
也就是用意识去感知远方的人事物。他声称自己透过这种方式，竟然和地球之外某些高度发展的文明建立了联系。他提到了昴宿星，提到了大角星，还有一群他称之为更高智慧的存在。听到这里，我猜你眉头已经皱起来了。一个堂堂牛津剑桥出身的物理学家，怎么会讲出这种话？我必须很诚实地说，这些都是他个人的宣称，没有任何科学证据可以证明。我把它原原本本地讲给你听，不是要你相信，而是要让你知道，这个人到底走到了一个多么远的地方。他从一个最理性的科学家，一路走到了科学的最边缘，甚至走出了科学的边界。而你之所以还愿意听他说，是因为在他讲述的这一切玄之又玄的东西背后，竟然又能对应上一些实实在在正在发生的物理现象。这才是这件事最吊诡也最迷人的地方。也正因为他相信我们无时无刻不浸泡在各种电磁场里，这位物理学家后来甚至开始动手设计起一些他宣称可以帮人抵御这些干扰的小装置。他说，现代人活在一锅电磁的浓汤里，从来没有一刻能真正脱身。你想想看，从你早上睁开眼，手机就在枕头边发着讯号，到你出门路过一座又一座的基地台，再到你回家打开的无线网络、微波炉、蓝牙耳机，我们的身体确实从早到晚都浸在一片肉眼看不见的电磁海洋里。这在人类几百万年的演化史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我们的身体是在那个只有太阳、闪电和地球磁场的古老世界里慢慢长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它根本来不及适应这短短100年间被我们自己亲手造出来的这么浓密的电磁环境。那位物理学家认为，正因为如此，当天上的太阳再来搅动这锅浓汤，我们这副本来就已经有点负荷过重的身体就更容易被推到失衡的边缘。我必须说，他那些装置到底有没有用，同样没有科学定论。可是他提醒的这件事本身，那锅我们每天泡在里面却浑然不觉的电磁浓汤，倒是千真万确，值得我们静下来想一想。于是这位牛津物理学家做了一件在学术界看来几乎是自毁前程的事。他开始公开讲一套全新的说法。他说，我们过去所学的那一套物理学是死的物理学，在他口中那叫做死掉的物理。他说，这套死掉的物理把整个宇宙看成一堆冷冰冰的、没有生命的、像机器一样运转的零件，行星只是石头，能量只是数字，人只是一团碰巧会思考的肉。可是他说，这套看法从根本上就错了。他提出的新说法叫做活的能量学。他说，这个宇宙的最底层不是死的零件，而是一片有生命、有意识、会回应情绪、能被意念改变的活的场。听起来是不是很玄？先别急着下结论，因为接下来这位物理学家讲了一句让很多人脊背发凉的话。他说，旧的那个现实正在崩塌，而且不是未来才会崩塌，是现在此刻已经正在崩塌的进行式。他说，人类正站在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上，整个物种正在从一种旧的存在方式被推向一种全新的存在方式。而他特别提醒，这个转变的能量会在2026年的年中，也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6月跟7月，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一个物理学家讲什么活的能量，什么旧现实崩塌，这跟我半夜睡不着，浑身酸痛，到底有什么关系？问得好。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把镜头从这位物理学家身上移开，抬头看向天空，看向那个距离我们1.5亿公里，却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东西——太阳。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头顶上那颗看似永恒不变的太阳，其实一直在呼吸。它有一个大约11年的活动周期，科学家把它编了号。我们现在正处在第25个太阳活动周期里。这个周期从2019年的年底开始启动。一开始它很安静，太阳表面平平静静的。可是随着时间推进，它越来越暴躁。让我们来看看这几年这颗太阳到底干了些什么好事。2024年的5月，一场被归类为最高等级的地磁暴扑向地球，那是20多年来都罕见的强度。
全世界很多平常根本看不到极光的地方，那几天晚上，天空都被染成了诡异的红色和绿色。同一年的10月初，太阳又甩出一记这个周期里威力最强的耀斑那种能量，几分钟之内就能跨越 1.5 亿公里抵达地球。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没有。2025年的11月，又是一场几乎达到极限等级的地磁暴。接着到了2026年的1月，太阳再次爆发，这次抛出的那一大团带电的物质，只花了25小时就冲到地球面前，速度快得让科学家都吓了一跳。然后就在不久前，2026年的4月，太阳又连续甩出好几记强烈的耀斑。你可能会想，太阳闹脾气，顶多就是让我们看看极光能有多严重。那我想请你把时间倒回到1859年，那一年的9月，人类记录到了有史以来最猛烈的一场太阳风暴。一大团带电的物质从太阳表面爆发出来，狠狠地砸向地球。那个年代还没有电网，没有卫星，没有网络。可是即便如此，当时人类刚刚架设没多久的电报系统瞬间全面瘫痪，电报机的线路冒出火花，有的接线员被电得弹开，有的机器即使切断了电源，竟然还能继续发报，仿佛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附了身。那几天晚上，连靠近赤道的地方都看得到极光，天空亮到有人以为是天亮了，爬起来准备煮早餐。科学家后来给这场风暴起了个名字，用的是当时观测到它的那位天文学家的姓氏。而真正让研究太阳的人夜不能寐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同样强度的一场风暴砸在我们今天这个被电网、卫星、网络层层包裹的文明上，会发生什么事？答案是，可能让整片大陆的电力在几分钟之内全部消失。我们头顶上这颗太阳从来就不是一盏温顺的暖灯，它是一头随时可能苏醒的巨兽。有趣的地方来了，一般人会以为太阳活动的高峰过了，接下来就会慢慢平静下来，危险就过去了。可是真正研究太阳的科学家会告诉你，事情恰恰相反。历史上那些最猛烈、最具破坏力的太阳事件，往往不是发生在高峰的正中央，而是发生在高峰过后，太阳看似要走下坡的那段时间，甚至是在高峰过去好几年之后。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表面上太阳好像要消停了，实际上却可能正是最危险、最容易爆发超级事件的窗口期。不止如此，科学家还发现了一个很奇妙的规律：地球上最强的地磁暴特别容易集中在春天和秋天前后爆发，这背后牵涉到地球的磁场跟太阳风之间，在特定的角度下会产生一种更容易耦合、更容易被撕开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一年当中，有某些时段，地球的这层保护罩会变得特别脆弱，特别容易让太阳的能量灌进来。现在你大概可以隐约感觉到，为什么那位牛津物理学家会把2026年的这个年中标记为能量大潮的高峰了吧？一边是太阳走在最容易爆发超级事件的下坡窗口，一边是地球磁场在这个季节变得格外脆弱，两股力量叠加在一起。可是这还只是故事的一半，因为真正让人毛骨悚然的不是太阳本身，而是太阳和地球之间那一个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听说过，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们大脑的东西。它叫做舒曼共振。这个名字来自一位德国物理学家舒曼。早在1952年，他就从理论上预测到了一件事。他说，在地球的表面跟天空中那层带电的电离层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空腔，而这个空腔就像一个巨大的钟，会被全球各地此起彼落的闪电不断敲响，产生一种稳定的极低频率的电磁波。这个波后来就以它的名字命名，叫做舒曼共振。它最基础的那个频率大约是 7.83 赫兹。7.83 赫兹这个数字本来只是一个冷冰冰的物理常数，可是当科学家把它跟人类的大脑放在一起对比的时候，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人类的脑波是有不同频段的，当我们进入最深层的睡眠，毫无意识的时候，大脑发出的是频率最低的德尔塔波。当我们昏昏欲睡、深度放松、进入冥想的时候，大脑会发出一种叫做西塔波的脑波。
频率大约在4到7赫兹之间。当我们清醒却平静、放松而专注的时候，大脑会切换到一种叫做阿尔法波的状态，频率大约在8到12赫兹之间。而当我们高度专注、灵光乍现，或者进入某种更高的觉知状态时，大脑则会跳到频率更高的伽马波。你发现了吗？地球这个大钟的基础频率 7.83 赫兹，刚刚好就卡在人类西塔波跟阿尔法波交界的那条线上。这是巧合吗？也许是，也许不是。但事实就是，几亿年来，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包括我们人类，都是泡在这个 7.83 赫兹的电磁摇篮里，一代一代演化出来的。有研究者形容，我们的大脑和地球的这层电磁空腔，仿佛在说着同一种语言，用着同一个频率在呼吸。平常，当这个舒曼共振稳定的时候，它就像一个温柔的节拍器，帮我们的大脑维持在一种流畅、平衡、安定的状态。可是问题来了，当太阳爆发，地磁暴来袭，当那些带电的粒子大量灌进地球的高层大气，这个大钟的振幅就会突然飙高，原本稳定的频率会开始剧烈跳动、扭曲，产生混乱的谐波。监测这个共振的科学仪器上，那些代表能量强度的图像会从一片平静的深蓝色突然爆出大片刺眼的红色和白色。研究的人把这种现象叫做白色尖峰。而当地球的这个节拍器乱掉的时候，泡在这个场里面的我们会发生什么事？答案是，那些莫名其妙的症状全都来了。让我们回到开头，回到你的身体，那种找不到原因的疲惫，那种睡了再久也补不回来的累，那种半夜2点到4点之间准时把你叫醒，再也睡不着的失眠，那种从头顶正中央往下压，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按着你的头痛，那种沿着后颈、背脊、关节跑来跑去的酸痛，那种一点小事就让你情绪崩溃，一波又一波涌上来的悲伤、烦躁，甚至没来由的恐惧，那种突然对声音、对光线、对别人的情绪变得异常敏感，走进人多的地方就觉得喘不过气的感觉，那种耳朵里时不时响起的高频嗡嗡声，那种异常清晰、栩栩如生，醒来还记得清清楚楚的梦，还有那种忽冷忽热、半夜盗汗，明明不是更年期却体温失调的状况，甚至是肠胃突然变得很敏感，忽然不想吃以前爱吃的东西，身体好像在自己重新调整它的燃料。还有一种感觉，可能比身体上的酸痛更让你心慌，那就是你的脑袋好像蒙上了一层雾，你会发现自己很难专心，话讲到一半，忽然忘记自己原本要说什么。你走进一个房间，却想不起来自己进来要做什么。简单的事情需要花上比平常多好几倍的力气才能勉强运转。更奇怪的是，你对时间的感觉好像也乱掉了。明明才过了1个礼拜，回想起来却像是过了1个月那么漫长。又或者，一整天休一下就过去了，你却什么都没记住。有时候，你甚至会有一种很恍惚的感觉，眼前这个熟悉的世界忽然变得有点不真实，像隔着一层毛玻璃，像在看一场别人的梦。这种感觉很难对人形容，讲出来还怕被当成是不是压力太大，脑子出问题了。可是在那位物理学家的解读里，这种脑雾，这种时间感的错乱，恰恰是这场转变里最典型的现象之一。他说，当一个人的意识正在从旧的频率往新的频率调整的时候，就像收音机在2个电台之间转动旋钮，那中间必然会经过一段满是杂讯，什么都听不清楚的过渡地带。这一长串的清单是不是让你越看越心惊？在那位牛津物理学家还有许许多多研究这个现象的人看来，这些症状根本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它们是有规律的，它们会一波一波的来的时候强烈，过了又会缓解。而最关键的是，它们发作的时间点常常跟太阳的耀斑、跟地磁暴、跟季节的转换点紧紧地对应在一起。当天上的能量起伏，地上的这群敏感的人身体就跟着起伏。而这里面藏着一件最让人脊背发凉的事。如果你打开网络，去那些讨论这个现象的角落看一看，你会发现一个非常诡异的景象。在地球的不同角落，住着一群彼此完全不认识、讲着不同语言、
过着截然不同生活的陌生人，他们不约而同的在同一段日子里跑上网来描述着几乎一模一样的状况。住在北欧的人说，这几天头顶正中央闷痛，半夜2点准时醒来。住在南美的人说，这几天情绪莫名其妙的崩溃，累到骨子里。住在亚洲的人说，这几天耳朵一直嗡嗡作响，做了好多清晰的吓人的梦。而当有人把这些零散的留言跟那几天太阳的活动、地磁暴的数据一比对，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因为那些大家集体喊着最难受的日子，竟然真的就是太阳爆发、地球磁场被搅得最乱的那几天。一个住在地球这一头的人和一个住在地球另一头的人，素昧平生，却在同一个夜晚，因为同样的原因，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什么东西正在同时波动着我们每一个人，那这幅画面会不会就是他留下的最清楚的指纹？那位物理学家给了这个现象一个很美也很惊悚的比喻。他说，这就像脱壳。你想想看螃蟹，想想看龙虾，它们的身体外面包着一层又硬又紧的壳，可是当它们要长大的时候，那层旧的壳就再也容不下它们了。于是它们必须经历一段最脆弱、最痛苦的时期，把整个旧壳从身上一点一点地撑开、褪去。在脱壳的那段日子，它们浑身软绵绵的，没有任何防护，痛苦不堪，只能躲在角落里颤抖着等待。可是一旦熬过去，它们就会长出一副更大、更强壮的新壳。再想想看，蛇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痛苦地把整张皮蜕掉。再想想看，那在地底下蛰伏了好几年的蝉，最后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撑破自己的背，从那个又干又硬的旧壳里挣扎着爬出来，然后才能展开翅膀飞上枝头，唱出他这辈子第一首歌。那位物理学家说，此刻的我们正在经历的就是这样一场脱壳。他甚至用了一个更具体的说法，他说，人类的身体正在从一种比较粗糙、比较沉重的状态，朝着一种他称之为水晶体的更精细、更高频的状态转变。他说，当这个转变正在发生的时候，旧的东西被一块一块地撑开，剥离那种拉扯，那种松动，在身体上就会被感受成各式各样的酸痛、疲惫和不适。换句话说，你感觉到的那些难受，在他看来不是坏掉的征兆，而是正在长大的征兆。他甚至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猜想，他认为我们身体里的基因有很大一部分过去一直被科学界当成没有用处的垃圾，可是他相信这些所谓沉睡的部分其实藏着我们还没有开启的潜能，而在这场能量的洗礼之下，他们正在被一点一点的唤醒。我要再强调一次，这只是他的猜想，目前并没有确切的科学证据，但你不觉得这个画面想起来还是让人有点热血沸腾吗？仿佛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体里都封印着一个更大的自己，正等着被解开。当然，讲到这里，我必须非常严肃的、诚恳的跟你说一句话，请你一定要记住，身体的不舒服绝对不能全部丢给什么能量、什么脱壳去解释。如果你的胸口闷痛、心跳异常、头痛剧烈，或者任何症状持续不退，越来越严重，请你务必去看医生，做完整的检查。连那些最相信这套说法的人都会反复强调，灵性的转变和真正的疾病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先把身体的病因排除掉，照顾好你这副肉身，这才是真正爱自己。我们今天聊的这一切是另一个层面的探讨，它不能也不应该取代任何专业的医疗。把这句话放在心上，我们再继续往下走。讲到这里，也许你心里会冒出一个疑问，如果这真的是全人类一起在经历的事，那为什么有些人完全没感觉，照样吃得下睡得着，活蹦乱跳，而有些人却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答案也很有意思。研究这个领域的人发现，人跟人之间对能量的敏感度天生就有很大的差别。有一群人被称为地磁敏感族群，他们的神经系统天生就像一根更灵敏的天线，地球磁场稍微移动，他们就感受得到。还有一群人，平常我们会叫他们高敏感者或者共感人，这些人能够轻易地感受到别人的情绪，
走进一个房间就能立刻感觉到气氛的好坏。他们的内心本来就像一块吸水的海绵，在能量平静的时候，这是一种天赋。可是在能量翻涌的时候，这也意味着他们会比一般人承受多得多的冲击。如果你正好就是那种从小就被说想太多、太敏感、太情绪化的人，如果你总是觉得自己跟这个吵吵闹闹的世界格格不入，那么很可能你正是那群在这场大潮里感受最深的人。这不是你的缺陷，在那位物理学家的眼中，这恰恰是你的天线，比别人架得更高。我也想特别跟那些年纪稍长一些的朋友说几句话。也许你会想，我都活到这个岁数了，这一辈子大风大浪见过多少，怎么最近反而动不动就觉得累，觉得心烦，睡也睡不好，是不是身体真的开始走下坡了？我想请你换一个角度想想看，你走过的路比别人长，看过的人事比别人多，你这颗心其实早就被岁月磨得比年轻人更通透、更柔软。一块在世间泡了几十年的海绵，吸水的能力从来不会比新的差，往往只会更深。所以当这场大潮涌来，你感受的比别人清楚，比别人深刻，这不是你在衰退，恰恰相反，这是你这一生累积下来的敏锐，在这个特别的时刻被唤醒了。你不是跟不上了，你是听得见很多人这辈子都听不见的东西。请别急着把这份感受全都推给年纪，推给老化。有些骚动是身体在退场，而有些骚动是灵魂在苏醒。好，如果说脱壳讲的是个人身体层面的转变，那么那位牛津物理学家口中那个更大的词集体格式化又是什么意思？格式化这个词，玩过电脑的人都懂。当一台电脑用久了，里面塞满了各种乱七八糟的垃圾档案、过时的程式、卡住的设定，整台机器跑得又慢又卡，动不动就当机。这个时候，最彻底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格式化，把硬碟整个清空，把那套旧的、烂掉的作业系统彻底删除，然后重新灌入一套全新的系统。那位物理学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认为，人类这个物种几千年来运行的是一套旧的作业系统，这套旧系统的核心程式码写的是什么？是恐惧，是控制，是竞争，是分离。我跟你是分开的，你的好就是我的坏，资源是稀缺的，所以我们要争，要抢，要算计，要互相提防。我们把世界看成一场零和的游戏，把彼此看成需要战胜的对手。这套系统运行了几千年，制造了无数的战争、剥削和痛苦。而那位物理学家认为，现在这套旧系统正在被格式化。他甚至直接点明了一个我们很多人都听过的概念，叫做模拟理论，就是那种认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可能根本不是真实的，而是一个巨大的被设计出来的虚拟城市的想法。他说，问题就出在这里，当人类把自己完全等同于这个模拟城市里的一个角色，完全相信这套由恐惧跟分离写成的规则，我们就被困住了，就像被困在一个无限循环的回圈里，永远跳不出来。他讲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力量。他说，我们来到这个地球上，不是为了变成更好的机器，我们不是来把自己训练成一台更高效、更听话、运算更快的机器的。他说，我们是来变成活着的猩猩的。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放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听起来特别讽刺，也特别发人深省？你看看我们现在的世界正在往哪个方向狂奔？我们造出了越来越聪明的人工智慧，他们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写完一篇文章，画出一幅画，算出一道连最顶尖的数学家都要想很久的题目。整个世界几乎都陷入了一种狂热，拼命地想让机器变得更快、更强、更像人。而与此同时，我们又有意无意地要求我们自己也活得越来越像一台机器。我们追求效率，追求产出，把一天的时间切成一块一块，塞满待办事项。我们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看的是他能完成多少工作，创造多少数字。我们越来越擅长计算，却越来越不擅长感受。可是就在这个全世界都在比赛谁更像机器的时候，这位物理学家却反过来提醒我们，人类真正的价值，恰恰是机器永远学不会的那一部分，是你流泪的能力，
是你会为了一个陌生人的遭遇而心痛，是你在看到夕阳的时候，心里会涌起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当机器越来越像人，也许我们最该守住的，反而是那颗会痛、会爱、会颤抖的心，因为那才是我们之所以为人，最后也最珍贵的证据。把人类的这场集体转变跟一台电脑的重灌系统联想在一起，其实一点都不新鲜。早在上个世纪，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荣格就提出过一个惊世骇俗的概念，叫做集体潜意识。他认为全人类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一个共享的看不见的心灵底层，我们每一个人都透过这个底层悄悄地连结在一起。后来有人把荣格的这个想法跟地球的电磁场联系起来，他们猜测会不会地球的那个电磁场，那个舒曼共振，就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潜意识的物理载体。会不会当这个场发生剧烈变动的时候，连接在这个场上的全人类的集体心灵也会跟着一起震荡，一起转变？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此刻当太阳一次又一次地敲响地球这口大钟，当舒曼共振一次又一次地飙高扭曲，那位物理学家所说的集体格式化，会不会就正在悄悄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潜意识深处同步地进行着？这也许就能解释为什么这几年全世界好像越来越多人，无论他们原本相不相信这些，都不约而同地开始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有人把这种加速的感觉叫做觉醒的提速。越来越多人在同一个时间点开始质疑自己过去深信不疑的一切，开始寻找一种更深的意义。说到这里，也许你会想，人类真的曾经被这样格式化过吗？这个说法听起来很疯狂，可是如果我们把时间的镜头拉得够远，回头看看人类这一路走来的历史，你会发现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回想一下，在好几万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们的祖先一直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日复一日，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可是忽然之间，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世界各地的人类几乎不约而同地学会了种田，学会了驯养牲畜，盖起了城市，文明就这样爆炸性地诞生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在更晚一点的某个年代，地球上几个相隔遥远、彼此根本不可能联络的地方，竟然同时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最伟大的思想家。东方有他们的圣贤，西方有他们的哲人，他们在差不多同一个时代分别开始思考人活着的意义，思考善与恶，思考天地与人心。为什么会这么巧？为什么人类的觉醒总是像被谁按下了开关一样，一波一波集体的降临？我不是说这些历史的转折就一定是什么能量造成的，但你不得不承认，人类的进步从来就不是一条平缓的斜坡，而是一级一级的阶梯。我们会在某个门槛前停滞很久很久，然后忽然之间集体的跳上一个全新的台阶。而那位牛津物理学家相信，我们现在正好又站在这样一个门槛前面，只不过这一次的台阶可能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来得更高更陡。说起来，把时间看成一级一级的台阶，看成一圈又一圈的循环，其实一点都不是什么新鲜的想法。早在好几千年前，散落在地球各地的古老文明，不约而同的都抱着一个非常相似的信念。他们不认为时间是一条笔直往前，永远不会回头的直线。在他们眼中，时间是一个巨大的轮子，一圈一圈的转动，而人类的历史会随着这个轮子走过一个又一个截然不同的纪元。古印度的智者把世界的演变分成好几个漫长的时代，他们相信每一个时代结束的时候，旧的秩序会彻底崩坏，然后一个全新的循环会在废墟之上重新开始。在遥远的美洲，那些关心的古老民族也用他们精密的惊人的历法，把时间切分成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周期，并且相信每一个周期的交界都是天地翻覆、世界重整的关口。为什么这些彼此远隔重洋、根本不可能互相通信的文明会不约而同地得出这么相似的结论？是巧合吗？还是说我们的祖先曾经亲身经历过某些一轮又一轮的巨大转变，于是把那份深刻的记忆藏进了他们的神话和历法里，一代一代传给了我们？
而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当我们把目光从历史再转回到天空，会发现连那些研究星象的人给出的时间表，竟然也指向了同一个地方。在那些研究星象的人眼中，2026年的这个时间段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天象。在2026年的2月前后，有2颗行星，土星和海王星，在天空中走到了一个非常靠近的位置，发生了所谓的合相。在传统的解读里，海王星代表的是边界的消融，是梦境，是直觉，是一切坚固的东西开始融化，变得朦胧。而土星代表的是结构，是秩序，是规则，是现实的框架。当这2股看似完全相反的力量在白羊座这个象征全新开始的位置上撞在一起，研究星象的人说，这就像是按下了一颗宇宙的重置键，旧的结构开始松动瓦解，而某种全新的还看不清楚形状的东西正在从那片消融里浮现出来。你看，从太阳的活动到舒曼共振的震荡，从人类历史的阶梯再到天空中行星的合相，这么多条原本毫不相干的线索竟然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时间段，2026年的年中。这就是为什么那位牛津物理学家会把这个6月跟7月标记成能量大潮的最高点。讲到这里，我心里其实会浮起一个很大的感慨，也想分享给你。你有没有想过，在人类这几十万年这么漫长的岁月里，绝大多数的人出生活着然后死去，他们这一辈子所看到的世界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祖父母所看到的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日子是平的，是静止的，一代又一代重复着几乎一样的生活。可是我们呢？我们偏偏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在我们短短这几十年的生命里，我们亲眼看着世界被一次又一次的翻转，我们看着机器学会了思考，看着遥远的两端被一根看不见的线连在一起，看着太阳在我们头顶上一次又一次的咆哮，也看着好多好多原本以为坚不可摧的东西在我们眼前松动崩塌。如果那位物理学家说的是真的，如果这真的是一场几千年才会发生一次的巨大转折，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就刚好站在了那个转折的正中央。这到底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还是一种难得的福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能够亲身站在历史的这道门槛上，亲眼看着一个旧的世界谢幕，一个新的世界拉开序幕，这样的机会在过去无数个世代里是多少人连想都不敢想的。我们不是不小心被丢进这个混乱时代的倒霉鬼，也许我们是特地被安排来见证这一刻的。可是现在我要把另一面也诚实地摊在你面前，因为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不是只挑那些听起来震撼的东西讲给你听，而是把真相的两面都让你看清楚。关于舒曼共振，网络上流传着非常多的说法，其中有不少其实是被夸大，甚至是错误的。比方说，有人说地球的基础频率正在不断上升，正在从 7.83 赫兹一路往上飙，这就是地球在扬升的证据。可是严谨的科学监测并不支持这个说法，基础频率本身是相当稳定的，真正在变的是它的振幅，是它的强度，而不是频率本身在永久的往上爬。再比方说，有人说这个 7.83 赫兹的频率会改写你的去氧核糖核酸，会直接唤醒你的细胞，这同样是缺乏实证的夸大。还有人把舒曼共振跟手机的 5G 讯号混为一谈，说 5G 会干扰地球的频率，这更是彻底的误会。因为舒曼共振是一种极低频的波，而 5G 讯号的频率比它高出了千千万万倍，两者根本是完全不同的物理世界，扯都扯不到一起。那么把这些夸大的部分剥掉之后，还剩下什么是真的？这才是最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部分。科学上确实发现，当地磁暴来袭，当多项指标一起往上跳，地球磁场的扰动跟一部分人的身心状态之间是存在着真实的、可以被测量的关联的。研究人员把那一群对地球磁场特别敏感的人叫做地磁敏感族群。对这群人来说，在地磁暴强烈的日子里，确实更容易感觉到疲惫、头痛、心神不宁，或是直觉变得异常敏锐。更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几十年前就有大规模的人口统计研究发现，地磁活动的剧烈扰动跟人群中心脏事件发生的频率之间
存在着统计上的关联。也就是说，就算你的意识完全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你的心脏、你的神经系统其实可能一直在默默地聆听着地球磁场的变化，并且做出反应。这不是玄学，这是被严肃研究过的现象。说到心脏，这里又藏着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秘密。科学家发现，我们的心脏其实也会产生它自己的电磁场，而且这个场的强度比大脑产生的还要强上许多倍。当一个人处在感恩、平静、慈爱的状态时，心脏发出的这个场会变得非常和谐，非常有秩序。而当一个人处在愤怒、焦虑、恐惧的状态时，这个场就会变得混乱、杂乱无章。这个发现刚好呼应了那位牛津物理学家讲过的一句话。他说，心脏不是一个只会感伤的器官，在他口中，那颗心是一个真理的超导体。超导体是物理学里一种非常神奇的材料，在特定的条件下，电流可以毫无阻力的完美的通过它。他用这个词来形容心脏，意思是当一个人从由头脑主导的那套恐惧、计算、控制的旧模式切换到由心去感受、去连结的新模式，某种更高的智慧、更纯净的能量和资讯就能毫无阻碍地从这个人身上流过。他还用上了量子物理里的两个概念，一个叫做观察者效应，讲的是在微观的世界里，一个东西到底会呈现什么状态，竟然跟有没有人去观察它有关。另一个叫做量子纠缠，讲的是两个曾经连结过的粒子，就算被分隔到宇宙的两端，其中一个发生变化，另一个会在瞬间同步反应，仿佛距离根本不存在。这位物理学家说，这两个现象其实正是在向我们暗示，我们的意识远比我们以为的更有力量，我们彼此之间的连结也远比我们以为的更深。那种瞬间的心电感应，那种对远方亲人莫名的牵挂，在他看来都是量子纠缠在我们生命的层次上所激起的一种回响。他描绘了一幅很大的图景，他说，地球是一颗特别的种子星球，蕴藏着极其丰沛的情感能量和创造潜能。可是长久以来，我们这个物种一直把自己困在恐惧、控制和过度用脑的回圈里。我们太习惯用头脑去计算、去防备、去分析，却忘了还有一条路。而走出这个回圈的桥梁，他说，不是更先进的科技，而是能量本身，是回到那颗作为真理超导体的心。那么，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如果我们真的正站在一场脱壳、一场格式化的门口，在这个能量翻涌的2026年年中，到底有没有不同的可能性？我们是只能被动的被这场大潮推着走吗？那位物理学家还有许多走在这条路上的人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他们说，在这样的转折点上，其实有两条路摊在每一个人的面前。第一条路是抗拒，是死死地抓住旧的东西不放，抓住旧的恐惧、旧的怨恨、旧的习惯、旧的那个自己。可是当大潮已经要把旧的壳冲走，你却还死命抓着它，那会发生什么事？那层壳就会把你越勒越紧，那种拉扯，那种痛苦就会被放到最大。许多人此刻感受到的那些剧烈的难受，在他们看来未必是能量太强，而是抗拒太深。第二条路是臣服。注意，臣服不是放弃，更不是躺平认输。臣服是当你看见旧的壳已经容不下你了，你愿意松开手，愿意信任这个过程，愿意让那层旧壳自然的剥落。就像那只脱壳的螃蟹，它如果拼命想把自己塞回旧壳里，只会把自己卡死。可是当它愿意放手，安静地等待新的壳，才有空间长出来。走第二条路的人说，当你停止抗拒，那些痛苦反而会奇妙地减轻，因为你不再是逆着潮水游泳，而是顺着它被带往一个更开阔的地方。而最让人深思的是，他们相信这两条路会把人带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一边是紧抓着旧世界，在恐惧和混乱里越陷越深，另一边是松开手，朝着一个更广阔、更轻盈的存在慢慢地走过去。在这个能量的大潮里，你选择用哪一只手去面对，也许就决定了你会被带到哪里。那么回到最实际的问题，作为一个普通人，
在这个6月与7月，当那些酸痛和失眠来敲门的时候，我们具体可以做些什么，来帮自己顺顺利利地走过这一段？那位物理学家还有许多过来人给出的建议，其实出奇的朴素，一点都不神秘。第一件事是允许自己休息，如果你的身体在喊累，请不要逼它。脱壳期的螃蟹是躲在角落里不动的，在能量强烈的日子里，少安排一点事，多给自己一点空白，让身体有余裕去完成它正在进行的调整。这不是懒惰，这是智慧。第二件事是回到大自然，回到地面。很多人发现，当症状来袭的时候，光着脚踩在泥土上、草地上、沙滩上走一走，或者只是在树下安静地坐一坐，那种翻腾的感觉会奇妙地平缓下来。也许正是因为赤脚接触大地，让我们重新和地球那个稳定的节拍器接上了线。多喝干净的水，吃简单一点、天然一点的食物，让身体轻盈，也都会让这个过程好过很多。第三件事是学会呼吸，学会安静。当情绪像潮水一样涌上来的时候，不要急着压下去，也不要被它卷走，试着只是慢慢的、深深的呼吸，看着那个情绪升起，再看着它落下。它来是为了被释放，不是为了把你淹没。记住刚刚说的，臣服而不是抗拒。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关于半夜那场准时的失眠。很多走在这条路上的人说，如果你常常在凌晨2点到4点之间醒来，与其翻来覆去烦躁地抓起手机，不如试试看，就让自己安安静静地坐起来，背挺直，闭上眼睛，慢慢地呼吸，然后就只是聆听，聆听那一片寂静。因为在许多古老的传统里，凌晨的这段时间被认为是一天之中内心最敞开、最容易接收到某种讯息的时刻。也许那些最深刻的领悟、最有灵感的念头，正是在这片无人的安静里悄悄地浮现出来的。在床边放一本本子，把任何浮现的东西写下来，说不定你会收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你看，这些方法没有一个是要你花大钱，也没有一个要你去信什么，它们的核心其实就是2个字：温柔。在这个能量翻涌的时刻，温柔地对待自己这副正在转变的身体，温柔地对待自己这颗容易波动的心。说到最后，让我们把镜头从个人、从地球再拉远一点，拉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前面。如果那位牛津物理学家说的对，如果人类真的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脱壳，一场集体的格式化，那么格式化之后的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究竟是被某种更大的力量温柔地推着往前走的被眷顾的孩子，还是只是一场巨大转变里碰巧被卷进去的过客？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老实说，没有人知道。脱壳的过程从来都是痛苦的，是脆弱的，是充满不确定的。那只躲在角落里浑身发软的螃蟹，那条正在蜕皮的蛇，那只拼命撑破旧壳的蝉，在它们最难受的那一刻，他们大概也不会知道自己即将长出更大的壳，蜕出更新的皮，展开能够飞翔的翅膀。他们只知道现在很痛、很累、很想放弃。可是也许这就是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也许你这几个月来那些莫名的疲惫，那些半夜的清醒，那些无端涌上的眼泪，那些找不到原因的酸痛，他们真正想告诉你的，不是你坏掉了，而是有什么东西正在你的身体里，在你的心里，在这整个世界的最深处，悄悄的、一点一点的重新生长。2026年的这个6月与7月，那位物理学家口中能量大潮的最高点，也许正是这场漫长脱壳里最艰难却也最关键的一段。如果你正在经历那些难受，请你记得你不孤单。此刻，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有数百万个和你一样的人，正在同一片能量的大潮里一起颤抖，一起撑着，一起等待着那层旧壳彻底剥落的那一天。所以今天晚上，如果你又在凌晨2点、3点忽然睁开了眼睛，请你先不要慌，也不要急着生气。你可以试着在黑暗里轻轻地对自己说一句话。你可以说，我知道你在转变，我愿意让它发生，然后
深深的吸一口气，再缓缓的把它吐出来，把那股想要对抗、想要把一切推回原样的力气轻轻的松开。你不需要弄懂这一切，你不需要立刻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你甚至不需要相信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你只需要在那个安静的深夜，允许自己被这场你无法控制的大潮温柔地带着走。就像那只脱壳的螃蟹，它最聪明的选择从来不是挣扎，而是放手，是信任，是安静地等待那一副新的壳自己长出来。也许到了那一天，当尘埃落定，当大潮退去，我们会猛然回头，才发现原来在这场看似混乱的格式化里，我们从来都不是被删除的旧档案，我们是正在被重新写入的一个全新的故事。而你此刻所经历的一切，无论多么难熬，都正是这个新故事最开始的第一行字。